你个狗系统！我忍着恶心舔了那个茶艺表3年，为了他那具男人，必须洁身自好。我不仅退婚，就连伺候我的丫鬟都换成了男侍卫。你现在竟然告诉我你搞错了！宿主请冷静，因为本系统的失误，所以补偿物资商城卡攻略目标更改成成仙翼，3天之内成功攻略成仙翼，就可以获得10万平方米的随身空间。补偿？我这张老脸都让你给丢尽了，全京城的人都知道我是个舔狗，你补偿有个屁用！物资商城内，不管是军火导弹还是食物调料，应有尽有。只要与成仙翼发生肢体抚摸，就能得到积分兑换。这个补偿你确定不心动？成仙翼是全京城最孤傲的贵女，却被我伤了一次又一次。现在别说对我有好感，恐怕她恨不得将我千刀万剐吧。丁，攻略任务目标更换成成仙翼，检测到成仙翼对宿主的爱意值为1000亿度，攻略成功，10万平方随身空间发放完毕，祝宿主万事如意。爱意达到100就是成功。刚刚系统说成仙翼对我的爱意值达到了数亿，100就是至死不渝、不离不弃，那1000亿。四弟，弟弟，虾仁啊！你又在想那什么林小姐是吗？你为什么就是看不清林小姐的为人呢？她要是那么清高，怎么会指名道姓的说要典当阁的仙翠琉璃凤冠呢？姐姐，我这3年将军府的银子，算了，当姐姐没说过吧。你去把仙翠琉璃凤冠拿去送给林娇云去吧。二姐，记得帮我准备马车，要快，我现在就要带着凤冠出门。弟弟啊弟弟，你知不知道将军府的银子都被你搬空了，全都被你用来买礼物哄林娇云开心。你可知爹娘为了满足你，已经半年没有添过新衣，就连每日的肉菜都撤掉了3份，你究竟何时能醒悟啊？你能不能答应姐姐？这是最后一次了，好吗？你别再那么卑微讨好了，别为了林娇云执迷不悟了。二姐，这次我并不是去林家，而是去程家找程仙意。你放心吧，我心里已经没有林娇云，再也不会让你们受委屈了。这价值1000金的凤冠，林娇云她不配。虾仁乘坐着马车缓缓离开了将军府，留下二姐黯然失神的苦笑。虾仁为了林娇云付出的一切，已然让整个京城都为之瞩目。快看快看，那个周虾仁还真去林家了。昨个林府小姐提了一嘴凤冠，今天将军府的这位二世祖便买了下来。看这模样，怕是迫不及待要去邀功呢。肯定是这样。前几天林小姐不过是说了一句，她未婚妻养的猫好看，她便亲自要走了那猫，最后还纵容她把猫的皮都扒了。小姐，您别再伤心了。林娇云那女人朝三暮四有什么好的？她上个月还跟其他公子一同去逛青楼，还搂搂抱抱的，简直不知羞耻。周小公子他就是眼瞎了才看上她。谁让你说他的？你再找死！小姐饶命，奴婢只是为您感到不值，所以才口误说了周公子的不好。日后这府上谁再让我听到有关于他的一字不好，便去乱葬岗和那些尸体作伴吧。真不明白，虾仁对小姐都那般心狠手辣了，为什么小姐还是护着他，甚至半分埋怨都没有？小姐，周公子带着重礼登门拜访了。唉，果然是执念太深，出现幻觉了。恐怕虾仁现在应该是带着仙翠琉璃凤冠，正在去往林府的路上吧？又怎么可能会来这里？老爷，周公子带着重礼来看小姐了。重礼？好一个重礼！周虾仁呐，周虾仁，你又来羞辱我女儿是吧？我女儿被你害得够惨了，你为什么还是不肯放过她？今天不管谁拦我，我都要打断你的腿，报我女儿这3年的羞辱之仇。虾仁那卑鄙无耻的东西呢？他在哪儿？回老爷，他被虾仁领着去找小姐了。程父杀气腾腾地冲向院子，发誓今天一定要打断虾仁的腿。可当他冲进院子的那一刻，他怔住了。他看到以往对女儿冷言冷语的男人，手捧着令无数小姐羡慕倾倒的凤冠，一步一步朝女儿走近。而程仙意望着那个他深爱入骨的男人朝他走近，显得有些不敢置信。是错觉吗？为什么他今天看我的目光不再厌烦与冷漠，反而变得这般温柔？程小姐，你现在还愿意嫁给我吗？你说什么？程仙意似是不敢相信，他甚至都已经想到虾仁这是要羞辱他。等他一答应，虾仁便直接哈哈大笑，当场翻脸说你也配。而后再告诉他喜爱的只有林娇云一人。以往虾仁当着林娇云的面玩弄过他很多次，因为见到他受辱，林娇云便会格外的得意与高兴。程仙意，你现在可还愿意与我结亲？你可是在与我开玩笑？并不是玩笑。那林小姐呢？林娇云那个反复无常的虚荣女，我真是倒了8辈子霉才遇上她。我以前对她百依百顺，也是因为有迫不得已的原因。实际上我根本就不喜欢她。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会伤害你了。程仙意心脏像是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他抬眸望着虾仁，这一刻，这一秒，他的眼里心里仿佛只容得下虾仁一个人的身影。罢了，不论真假，不论他有什么目的，哪怕是哄我，
骗我怎么样都好，只要他开心就行，我愿意。虾仁这下子是真的动容了，他后悔为了攻略林娇云以前做过那么多伤他的事。这么想着，虾仁情不自禁的伸手，愧疚的抱住了程仙意。他在抱我，可他不是厌恶与我触碰吗？虾仁抱我的时候，似乎触碰到了这只手指的指甲。那今日便不洗手了吧？一天好像不够，要不明日也不洗吧？就在此时，虾仁口袋里的物资商城卡忽然发热，而后便化成一团黑芒涌入虾仁的脑袋里。隐隐间，他感受到了怀中柔软白嫩。呸，搞错了，是感受到了眼前浮现出虚无的购物页面，各式各样的枪械、导弹、飞机、坦克从面前划过，还有数不尽的食物与用品。随着拥抱的时间越长，积分便增长得越快。程伯父，哼，伯父，你还知道我是你伯父？程家与周家的关系都被你错摸成什么样了？你为了那个女人，这3年来做了多少荒唐事，置我程家的颜面于何地？虾仁，你认真回答我，你刚刚与我女儿所说的话，可是玩笑之言，可是为了讨那个女人欢心，故意来戏弄我女儿的。伯父，我以周家满门忠烈为誓，我此生定不负程仙意。以前是我混账，有眼无珠，如今已大彻大悟，真正该被我珍惜的人是他，只有他才值得我珍惜。程父震惊的张了张嘴巴，他本想再嘲讽点什么，可一对上女儿那警告的目光，他便咽了回去。你最好说话算数，结亲之事我会看你的表现，好好考虑。你若是胆敢再为了那女人伤害我女儿，我定打断你的腿。八字未曾一撇，搂搂抱抱像什么话？你给我过来，我有事问你。你也是，女儿家的就不能矜持点？虾仁依依不舍地松开手，直到虾仁跟着板着张老脸的程父离开，程仙意都没能从今天的曲折中回过神，他只是一直盯着被虾仁触碰到的手看。你当真心中有我吗？是假的吗？假的也没关系，至少你还愿意花心思骗我。我以为我再也等不到你回头了。虾仁到底在搞什么？3个时辰前，虾仁便听到风声，说他已经出了将军府的门，现在都快申时了，怎么还未到？是他求着本小姐收礼物，还要本小姐等他这么久，真是一点都不把我放在心上。等会虾仁不跪下来认错，就别想求我收下那凤冠，我可不是那种贪图权贵的女人。小姐，他终于来了是吧？不准放虾仁进来，就跟他说我出府了，让他在门口站着等，一直等到我回来为止。男人都是这般，越是轻易让他们得到的便越是不珍惜，越是难得到的才越珍贵。我可不是几两碎银便会感动的女子。小姐，周公子没来，下面的人说他带着凤冠去找程小姐了。你说什么？他去找程仙意了？正是，而且还在程家待了足1个时辰，最后还是程小姐亲自将周公子送出府的。周公子离开的时候还拉着程小姐的小手，说了好一会话，最后是程家主出来赶人，他才依依不舍的离开。牵手，依依不舍。哼哼，跟我玩欲擒故纵是吧？是想让我吃醋，逼我答应这门亲事？哼，竟敢用这种恶心人的方法来刺激我，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后悔。今日这件事情，本小姐不会轻易原谅你。小姐，将军府手握兵权，朝堂上深受圣上器重，这门亲事林府不能丢啊。我又不是说拒绝他，婚姻大事多试探男子的真心有何不可？搞得本小姐跟见钱眼开那般下作，想逼我服软，绝不可能。你下去吧，过2天虾仁定然会按捺不住上门求我原谅，到时候我再给他一个台阶下，我还能拿捏不住他了。你说你四弟真的去找仙意了？那凤冠也是送去程家求亲的，他当真放下林娇云那个女人了吗？外面确实是如此传言的。那林娇云当真不值得他掏心掏肺的付出，以往为父不论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铁了心要讨林娇云欢心。堂将军府的公子为了区4品红炉4卿的女儿低3下4，你娘每想到此事都心疼的掉眼泪。但愿这一次我儿是真的醒悟了。什么醒悟了？爹二姐，你们这是怎么了？怎么用这种眼神看着我？没什么，爹昨天新得了2匹织金蜀锦，过阵子就要变天了，你记得拿去裁几身新衣。谢谢爹，从今往后我不会再让你失望了。林娇云那狗女人，小爷不要了，这个家以后由我来扛。虾公子，程太傅带着程小姐来了。程仙意来了，难道程伯父还是不信我昨日所说？今日特地来询问父亲。哈哈哈，将军不用客气，以前的事情过去便过去了，小小心意还请将军莫要嫌弃。使不得啊，程太傅，当真是使不得。如何就使不得了？昨日周公子亲自登门送我女儿价值1000金的凤冠，所谓礼尚往来，我程府可不贪你什么，这些就当是回礼了。可那都是犬子赔礼道歉的，您这如何使得？如何使不得？如何使得？如何使不得？如何使得？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我送了林娇云半个将军府的银钱，却只换来一句是我逼迫她收的。她可不是几两碎银就能求娶的女子，而只给程仙意送了一套凤冠，便换来成倍的回礼。爹，既然程伯父让你收着，你便收着吧，反正以后咱们都是一家人了。哼，谁跟你是一家人？你小子可不要乱说话，当初是你闹着要退婚，
如今后悔想娶我女儿可没这么容易。这么好看的手，晚上不能摸着睡觉，当真可惜了。你这小子净说胡话，好好照顾程小姐，我跟你伯父去书房谈点事。放开我，我不去。你，我女儿的，你等等，我不谈，你别拉我。听说今日花街似乎很是热闹，不如我带你去看看。你当真要带我去吗？我不带你去，带谁去？你忘了我昨天是怎么说的了吗？当我是在骗你呢？他当真不是在骗我，不是在逼林娇云服软吗？要是真的该多好，真害怕这只是一场梦。小姐快看，是周公子与程太傅的女儿，两人还牵着手。他不是一直在纠缠云姐姐吗？光天化日之下与程小姐厮混在一起，他就不怕云姐姐再也不理他？难道说这是他故意用来刺激云姐姐的手段？我们走，去林府问问林娇云是怎么一回事。虾仁简直胆大包天，他一个卑微恭顺的厦门犬，就得处处哄着让着包容着云姐姐，竟然敢背着云姐姐牵其他女子的手。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大街上的众人都沸腾了。虾仁追林娇云的事，整个京城无人不知。以往各家的小姐们都纷纷羡慕林娇云，暗地里更是嘲讽程仙义光有美貌才学，却被人退婚。程仙义这3年受尽冷嘲热讽，几乎闭门不出，再也未曾参加过节宴。显然，虾仁这些年的忍让与低声下气，已经让全京城所有人都忘了他的身份是将军府公子，而林娇云论家世地位，都只配给他做一个小妾。你说什么？虾仁他牵着程仙义那个贱人的手去了花街？确实如此，我们亲眼所见。云姐姐，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整个官宦圈内谁不知晓周公子对你爱得死去活来，把你捧在心里都怕碎了，他怎么敢做出这等荒唐事？更何况还是程仙义，他明知道云姐姐在这京城最讨厌的女子便是程仙义，以往他避都避之不及的，如今为何？还能是怎么一回事？就是为了逼我服软，答应定亲呗。本来还想给他机会，等他求个7、8次再勉为其难的同意定亲，可现在，呵呵，好，很好。周虾仁，我宣布，从今天起，你彻底的失去本小姐了。云姐姐，你可要三思啊！前些天周家来提亲被我拒绝，虾仁估计是心里有怨气，所以才用这种方法逼我吃醋。可他踩到了本小姐的底线，用这种手段来威胁我，他也配？是他跟条死狗一样黏着我不放，又不是我心悦于他，真是给他逼脸了。兰兰，你现在就帮我去跟虾仁带句话。不用带。如今我越是上赶着去质问，越是代表我在意这件事，我偏要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让他急，让他疯，让他抓狂，然后，他就追本小姐火葬场吧。刚刚看到虾仁那副高兴跟珍重的表情，不太像是利用程仙义让他吃醋，反倒像是真的放弃他了。可云姐姐这么笃定，估计是虾仁装的太像了吧？对，肯定是这样。云姐姐，你说的没错，虾仁现在肯定就等着你上门质问呢，心里指不定多紧张和忐忑，肯定不出3日。不，他这么喜欢你，明天怕是就等不了了，指不定什么时候就哭着过来求你原谅了。怎么了？一副满脸沉重的样子。我有点怕你事后去林小姐那里受委屈，那样我会很心疼的。虾仁愣了一下，这才恍然明白，自己这3年的做法给了他多么深的印象，好像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追到林娇云。原来你这么想的，程仙义，我现在很严肃的告诉你，我对林娇云没有任何感情，我牵你只是想跟你走在一起，不是为了让谁吃醋，就是因为我喜欢挨着你。哈哈哈哈！虾仁，你现在可真是连脸都不要了，这是在强行给自己挽尊呢。谁不知道你对林娇云有多么死心塌地？之前为了讨好林娇云，你做了多少拉踩程家脸面的事情，你不会都忘了吧？再说了，这话你问问程小姐她信吗？我信，还请四皇子慎言。周府乃满门忠烈护国英雄，虾仁是周府唯一的血脉，他如何还轮不到外人品头论足？难道这些年我对程府的照顾，对老师程太傅的尊重与交好，这个女人都看不到吗？为什么每次都对我一副孤傲冷淡的样子？还有这个虾仁，这蠢货到底有什么好的，值得他如此维护？呵呵，确实是满门忠烈，要不了几天，肯定祖祖辈辈直接一辈子团聚了。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意思很简单啊，我看周公子印堂发黑，血气冲天，怕是马上就要洗在断头台上了。呵呵，脑子只配挂在女人胯下的废物，现在还有心思跟人出来卿卿我，我劝你还是早点去订棺材吧，晚了可就没机会了。四皇子意味深长地扫了虾仁一眼，带着侍卫直接远去。若不是虾仁今天踩到了四皇子的雷点上，他定然不会沉不住气说及此事。就在前2天，四皇子无意间偷听到父皇一直是将军府与眼中钉，布局了很久，马上就要对将军府下手。程先义看着四皇子离开的背影，眼底深处闪过一丝寒芒。真以为我是舔狗呢？要不是为了空间跟军火库，林娇云那种女人都不配我多看一眼。断头台，到时候就看看是你先上还是我先上吧。这兵权绝对不能交，交了我们周家就只有一个下场，那就是满门抄斩，全家惨死在断头台上。我有一物可移山平海，威慑千军万马。父亲请看。嘿，霞儿，这为父这是在做梦吗？
如果此物能有千数万数之余，区区50万兵马又有何惧？这东西别说千数万数，就算是10万数，我都可以拿出来，甚至还有其他威力惊人的武器。可是只有此物没有粮食也不行啊！系统兑换压缩饼干。爹，我曾经跟你们说过，我追林娇云是有原因的，你们都不信我。如今你们看到了，这便是原因。3年前，炎帝诏令周家回京，路上遇到死士埋伏，我摔破脑袋昏迷时，梦到一位高人托梦于我，只要我对林娇云掏心掏肺3年，便可以自我改变周家的宝物。为父明日一早就前去皇宫面圣，有粮草，有武器，我周家何惧？若是我连自己的妻儿都护不住，要这忠义有何用？有难时让周家抛头颅洒热血，攻城后翻脸无情，这镇国侯不当也罢。难不成是狗皇帝派人来藏污蔑的叛敌书信了？柔柔软软的，这是什么鬼情况？丁，积分以每秒1积分持续增长中。听到物资商城发出了积分增长提示音，虾仁愣住了，这才发现来人竟然是程仙意。虾仁，白天你说的话我听见了，你说要是晚上也能摸着我的手睡觉就好了，所以我偷偷来了。你不要怪我自作多情，我就是太想见你了。你以后还会像今天一样对我好吗？这样我就不用一直想方设法的盼着能多见你一眼，能跟你多说一句话了。想方设法什么意思？我知道林小姐讨厌我见不得我好，那次京城才女文人宴是我托人举办的，我知道她定然会缠着你来找要我画的山河图，你听到她的要求，定然会来城府找我要山河图，跟我说上几句话。这件事是设计的，那以往那些送猫、下人受辱、公然抢丝绸这些事，难道也是他故意的？可是那只猫我真挺喜欢的，因为你曾经抱过它，它身上沾有你的气味，可惜林小姐被它抓伤了手，一怒之下他便扒了猫的皮，不过还好，至少你找我要猫的那天，你跟我说了10句话，这样他的命就值了。所以这些年，程仙意被自己欺辱、谩骂的每个字、每件事，都是程仙意使尽手段得来的。为什么？他为什么这么爱我？该死的系统，就因为你差点害惨了我整个人生。云姐姐，四殿下昨夜遇袭，手筋脚筋被挑断，还被人割了舌头。太医说，若在今天之内找到一株百年神药修复神经，便还有一线转机，否则日后怕是会彻底的沦为废人。兰兰，你知道京城这些世家中谁还有百年神药吗？下人今天买了一株百年灵芝，我以为他已经拿过来给你赔罪了，所以我特意来告诉你。你说虾仁今天买了一株百年灵芝，今天买的？是啊，云姐姐，你们俩真的只是闹别扭吗？这都2天了，虾仁怎么还不带上重礼给你道歉？好啊，本小姐可算是明白他今天为什么不上门了，他这是等着本小姐亲自上将军府去要呢。为什么就非要逼我做决定？我又不是不给他追求我的机会，感情这么纯粹的东西，为什么非要搞得如此恶臭？单纯的对我好不行吗？那云姐姐，现在怎么办？过了今天可就没机会了，现在四殿下正缺灵芝呢。管家，立即备马车，本小姐现在就去一趟州府。既然他非逼我上门服软，那我就成全他，让他知道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脚。虾仁，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就没有什么好解释的吗？解释？你想听凤冠送给程小姐的解释，还是想听我带她去逛花街的解释？虾仁，你为什么非要逼我？你分明知道我不是那种能被几两臭银子感动的女人，更不是程仙意那种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玩物。我现在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我需要百年灵芝去救一个很重要的人，你把灵芝拿出来给我道歉赔礼，我就考虑听你的解释，否则……闭嘴吧，臭婊子！我真是受够你这副表里镶钻的嘴脸，还解释凤冠是我送的，手是我牵的，小爷现在不喜欢你了，大傻叉，这就是解释。你确定要浪费这最后一次解释的机会？今天你要是不把我哄开心，不求得我的原谅，你知道后果吗？后果就是我这辈子都不会再跟你说一句话，你将彻底痛失真爱。痛失真爱？你是说你吗？林娇云，你算什么东西？区区4品4卿官员之女，跑来镇国将军府大喊大叫，让我道歉赔礼，还救人，成天找这种冠冕堂皇的借口，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你怎么就这么贱呢？既然你这么看不上我的重礼，那么就把我以前送你的金银珠宝全还回来吧，真是又当又立。你就是这么认为我的？那些东西分明都是你逼我收的，是你使尽下流的手段非要塞到我的手里，你凭什么说我虚荣？凭什么坏我的名声？虾仁，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就因为得不到我，所以就用这种方法来逼我屈服于你，逼我跟你定亲，你怎么能这么可耻？我林娇云在此发誓，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接受你的任何好，再也不会理你。切，无所屌味，别以为放这种狠话就不用还钱了。去把我这些年送给林府的所有礼物名册整理好，既然林小姐这么清高，口口声声说是我逼她收的，那小爷我便如了她的愿，让她尽数奉还。
陛下，我周家儿郎可死于沙场，可为国捐躯，却不能沉迷于锦衣荣华之下。如今东部匈奴对我燕国虎视眈眈，只等我们放松警惕，便倾巢出动。这种情况之下，末将怎么有脸加官封爵？怎么敢永享天福？所以伊爱卿的意思是，末将请命前往边关，平定东部匈奴，让燕国永享太平，末将才可安心，周家列祖列宗才可以安心啊！陛下，既然周爱卿如此心怀天下百姓，朕便命你为镇国大将，即日起前往边关平定东部匈奴。周家历代单传，边关境地凶险万分，朕念及周家后代传承，便赐爱卿之子黄金100两，蜀锦10匹，安享于京城之下。朕记得周爱卿二女儿周百苑还未曾婚配，可是如此？回陛下，确实如此。好，朕听闻周二小姐蕙质兰心，便赐封她为韵妃，位列4妃之首。待周爱卿出兵之日，便迎其进宫为妃，永享圣恩。不知周爱卿可有异议？末将没有异议，末将领命。周振光，你以为去了边关就能保住手中的权力吗？陛下，这周将军虽然性格大大咧咧，却心思缜密，并非愚钝之人。昨天奴才去州府颁发圣旨时，他还准备交出兵权，今个怎么就推脱不已，还请命前往边关了？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变故？周家数代单传，把周家人软禁在京中，他无粮食无底蕴，就算去了边关也翻不出什么浪花。他以为如今边关的30万大军还是他周振光说了算吗？一个回京3载的老将军，在军中还能剩下多少影响力？炎帝心思狠毒，让我和二姐留在京城当质子，以此来威胁远在边关的你。为父又何尝不知呢？陛下呀，陛下，你当真是狠辣无情啊！当真一点都不顾及我周家的护龙之功。爹，如今最重要的是保住周家，扭转局面。爹爹，你赶去边关收拢大军，我快则20天，慢则1个月，必会带着二姐与娘杀出京城。我有神器在手，神挡杀神，佛挡杀佛，炎帝到时能奈我何？好，为父在边关等我儿归来。我的虾儿真的长大了。老爷，太子府给您的密信。太子怎么会给我传密信？莫不是出了什么大事？今日孤听闻师妹与周将军之子携手游街，念及老师对顾的恩情，望老师慎重与将军府的定亲之事。东方有虎，西方有狼，虎睡之时，狼退之际，岂非杀驴之日？老师可明白顾的深意？东部匈奴匍匐于边关之外，不敢深犯。西部匈奴几年前就被周将军击退，伤亡惨重，短时间内根本就恢复不过来。这个时候要周将军前往边关退敌，陛下这是要将周将军永远的留在边关呢。来人，去把小姐叫来。爹爹，换我来，是有什么事吗？女儿，周将军此去边关恐怕回不来了，周府也存活不了几天。之前你执迷不悟，认定了下人，为父也不拦着你。可如今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一个不慎就是满门抄斩。你听父亲的话，跟下人断了联系吧。我真怀疑周家那小子是知道了内幕，所以才转头来找你求复合的。我知道。你知道就好，为父现在就帮你写封信，赶紧跟虾人定亲吧。好，现在就定。你说什么？定亲？女儿，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自然知道我在说什么。父亲是怕我跟虾人走近了，到时候炎帝拿周家开刀时会牵连到我们城府，害得我们城府替周家挡刀挡剑，所以才让我跟虾人保持距离，是吗？你都明白就好，赶紧跟虾人断绝往来。可是父亲，我早就知道炎帝要卸磨杀驴了。你早就知道了？是啊，3、4天前我便知道此事了，四皇子跟我说的。你知道了还跟虾人走这么近，你不要命了？你以为程家能对抗皇权吗？你知不知道虾人有可能就是因为……父亲，我不管他是因为什么目的接近我，我心甘情愿的，害我也好，连累我利用我也罢，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愿意在我身上花心思，女儿这一生就是为他来的，您就当他是我的命吧，没了他我活不下去，所以明天去州府提亲吧。您知道的，父亲，这是决定，不是商量。饶孽啊，怎么遇到这么一个恋爱脑女儿，还是个带脑子的恋爱脑，算为父倒了8辈子霉了。来人，现在就去准备定亲之礼，明日就去将军府定亲。死就死了，老夫无戒。父亲不会死的，我为这一天准备很久了，没有人可以伤害他。你不行，我不行，炎帝也不行。系统兑换2把初级手枪，1000颗子弹，20颗初级手雷。兑换成功，扣除2万积分，剩余总积分为55万点。我跟你娘商量过了，一旦发生什么意外，你就别管其他人，保住自己的性命要紧，不惜一切代价逃出京城。只要你还活着，咱们周家的血脉就不算灭绝。
爹，东西都在里面了，用的方法之前也教过你。京城眼线遍地都是，儿子也不敢放太多，有了他们护身，应付小几千人马的围剿应该不成问题。您一定要保重，时间一到，我便带着娘跟二姐去寻你。爹相信你。好了，都回去吧。且慢，姓周的，你给我站住！啊！姓周的，我女儿跟你儿子的事情还没有解决，你们捅了这么大的篓子，就这么走了，算什么事？你都知道了？我当然知道，本来我是不想来这一趟的，可谁叫我女儿执着，非得逼着我来。老程，这件事是我对不住你们，你们想趁着现在跟周家撇清关系，我也不多说什么，先依着孩子。撇不清了，今天趁着你这个当家做主的在，就赶紧把亲事定下，定下了你再去边关。什么？老程，你都知道了还要跟夏二姐签，你就不怕受到牵连吗？我可没疯的是谢意，真不知道你儿子给他下了什么迷魂药。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总不能把她赶出府自生自灭吧？赶紧的，定亲婚帖我都准备好了，赶紧的把事给办了再走。11，你觉得此番前往边关，周将军在军中的威严还在吗？什么叫威严还在？将军镇守边关数十载，晋中谁人不服？不过是回京短短3年，那些将领还能翻天不成？你放心吧，边关如今掌管权力的副将，可是周将军一手提拔起来的。将军对他恩重如山，岂能有变故？将军前几天突然召集我们护送公子离京，如今又突然请命于边关，此行怕是凶多吉少。将军恐然已经得知了一些内幕，很有可能。难道我们要这么看着将军错下去，最后背负骂名，走上一条不归路吗？什么叫错下去？13，你最近有些不对劲啊，这些不该是我去考虑的，自有将军去考虑接下来的局面。倒是你这几天怎么老是给我们说这些丧气话，字字句句都在暗示将军想要谋反。退一万步说，就算将军要做，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反正这皇位谁做，我都不在乎。所以，就算将军造反，你也会支持是吗？哪怕跟那些人勾结，那是自然。11的话说到一半，突然瞳孔一缩，震惊地看向同伴，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捅伤自己的13，还没来得及问什么，铺天盖地的杀喊声从四面八方传来。他倒下的那一刻，看到了上百名马匪横冲而来，而刺伤他的13已经拔回长剑，目光流露出一丝挣扎与愧疚，朝着周将军的后背猛击去。对不住了，将军，当年是您在边关将我捡回，我本是你为再生父母，可就在1年前，皇室的人找到了我，说您不再满足做将军，暗地里跟匈奴勾结要谋反。我本来还不相信，可是前几天你竟然让我将公子送走，证据确凿，我如何能不信？13，你疯了！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你竟然要刺杀将军！我没疯，疯的是你们才对。周振光，如果你忠心耿耿，没有叛国，那天你去面圣为何不交兵权？为何在进宫之前还让我们送周公子离开京城？你做好了要造反的准备，你在为周家铺后路。你们现在还不明白吗？他周振光勾结了我们的杀父仇人，他分明知道陛下有所准备，不会让他如愿回到边关造反，却还带着我们这些下属去送死。他如果真对我们有一点情谊，就不会拿我们10几人当垫脚石为他铺路，他早就想好让我们替他死了。不可能，将军的祖祖辈辈都死于匈奴之下，不可能为了权力跟匈奴勾结。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相信将军自有原因。倒是你杀害同伴，你简直丧心病狂。对，将军不会让我们替他送死，他选择我们同行自有目的，他不是这样的人。不会，怎么可能不会？他就是为了自己才挑选我们，方便在危急关头为他拼命，为他博取一线活着逃往边关的生机。你们真是愚蠢，你们就瞪大眼睛看结果吧。将军您快走，我们挡住这些人。虽然不知道13说的话有几分真假，但我们这条命是您捡回来的，不管您怎么选择，我们都相信您，您一定有自己那么做的原因。现在想走，晚了，杀！男人掏了掏裤裆，随手一丢，999个骨粉瞬间被灭。这波操作令本已绝望的手下个个目瞪口呆。将军，这，我们不是在做梦吧？你这里面究竟是什么？只需一扔，敌人就全挂了。本来我还奇怪将军为什么连睡觉都要捂着，以为里面是放着公子跟夫人的信物，没想到竟然是秘密武器。13，这就是你跟我们说的替死，你宁可信炎帝，也不愿意相信和我们一起出生入死过的将军，你不该呀。13，我周振光顶天立地，何至于需要尔等为我牺牲性命？我带你们前往边关，不是要气你们，你们只有跟我走，
才能活着离开京城。你宁可信坐于高位的炎帝，相信他的信口雌黄，也不愿意瞪大眼睛看一看事实。我周家满门忠诚，为燕国抛头流血，我祖上3代皆死于匈奴之手。你把我周正光当什么人了？我会为了权力去投靠杀父仇人。是炎帝看不惯我手握兵权，功高盖主，是他要卸磨杀驴，是他在暗中制造污蔑周家叛国的假证，只等我交出兵权，便除掉周家全员。我是不怕死，可我怎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家人含冤而死？失散，你5岁时被我接回军营，我养了你18年，没想到18年的恩情竟抵不住炎帝3言2语的挑拨，你当真是令我寒心呐。黑鼠，周将军叛国之事，大街小巷都传遍了。他跟匈奴勾结，证据确凿。陛下仁慈，肯给我们这些侍卫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你难道还要这么执迷不悟下去？要为周公子去送死吗？听我的，早点醒悟吧。周公子根本就没给我们留活路。你休要在这里挑拨离间。将军待我们恩重如山，公子更是给我们12人亲自赐名赐姓。就算公子没有给我们留活路又怎么样？若陛下真要信奸臣的话，认定了周将军谋反，我们这些当侍卫的自然要保全公子的性命。倒是你来挑拨我们跟公子的关系，你居心叵测。赐名就是看中你们了，他跟他爹一样自私自利。周将军挑选最忠心的手下前往边关，虾人就挑选你们来练剑练弩，就是让你们在关键时刻挡死的。荣华富贵不要，非要当人的垫脚石，你们就这么想不开吗？你闭嘴，公子不是那样的人，他这么做一定有他的原因。如果你不信，就跟我赌一把，就赌他最后会不会推你们出去挡死，换取他能逃出京城。到那时，想必你们会自愿站出来，状告周将军叛国。我赌你娘那个坨！你等着，你们一定会后悔的。侍卫长，将军他难道真的？难道你们也相信他的话，认为公子挑选我们是想让我们去送死，还是说你们想在这个时候离开州府，跟将军府撇清关系？怎么会？我们12人都是将军从边关带回来的，自记事起就被周家收养。我们吃将军的，喝将军的，用将军的，我们怎么可能会在这个生死时刻抛弃公子离去？将军跟公子待我恩重如山，别说是大难临头，就是面前真是刀山火海，我也不会退。随便那些下人怎么说，反正我们不走。公子既然让我们好好的练习剑术跟弓弩，那就自有他的道理。虽然外人都说公子是个废物，但咱们不能这么觉得。周导猢狲散，夫妻都能大难临头各自飞。如今这些被爹从边关捡回来养大的侍卫，在生死面前却能坚定不移地相信我，这一局我必赢，你们12个人一个都不会少。虾人，我又来见你了。今晚我特意早些来，应当没来晚吧？丁，积分以每秒1积分开始增长中。等等，什么东西靠过来了？温温热热的，还这么的 Q 弹。虾人，那天你亲我的时候，手为什么喜欢往上移？好像还是下意识的，一不留意便控制不住的那种。可最后移到一半又会突然止住，继续把手放在我的腰上。你究竟是想去哪儿呢？是这里吗？我的妈呀，这手感，这腰力与韧性一定很好，恐怕再高难度的动作都能游刃有余。难道不是这里吗？那是不是这里？我靠，要忍住，要忍住，稍微移动他就会发现我是装水，一晚上100万的积分也会泡汤。也不是吗？那是不是这里？这里？还要再往上吗？那就是这里是吧？程仙一一边仔细地观察着虾人手指的微动作，一边揣摩着他的潜意识行为，慢慢地往上挪，最后放在了某处位置上。丁，首次深入贴贴，奖励1万积分，每秒积分增长100点。这1秒抵100积分的，那若是再深入点，岂不是？也不是这里吗？就是这儿，就是这儿，你别移开呀！看来还是应该放在这儿。刚刚就几息的时间，我感受到你手心都是虚汗，这是不是你身体太虚导致的？而且眉头还蹙了起来，这动作应该是代表抗拒的意思吧？想来是不喜欢吧？我不虚，我真不虚啊！我这是紧张，我这是克制啊！虾人，你跟林娇云之间的事情我都知晓了。你说你不喜欢他了，我真的很开心。谢谢你能留在我身边。这次是我瞒着爹爹悄悄跑出来的，最多到寅时我便要回去了。哎，下次一定要控制好情绪，不能太激动，真是任重而道远啊！虾人，你这个渣男，竟敢背着我去找程仙意那个贱人，你当真不要脸，无耻！
你看看你现在像副什么样子？之前将军府过来提亲之时，为父便告诫过你，姿态可以拿捏，但不要拿捏得太过分，适当的服一下软，让男人觉得有希望，肯心甘情愿的付出，而不是觉得付出了还看不到希望。那是你偏不听，现在好了，虾仁被你逼得去找成仙意了。爹，什么叫我要做？我还不是想着给咱们林府争脸面吗？京城那些高门贵族瞧不上林府，瞧不起您只是一个四品小官，女儿偏要打脸他们，让他们亲眼看看我的能耐。镇国将军府都得求着女儿进门，更何况虾仁这些年是怎么待我的？爹，您还不清楚吗？那现在怎么办？四殿下如今算是彻底废了，他是完全不能考虑了。如今最适合的还是虾仁，不论是家世还是其他，虾仁都是追你那一批少爷里面最顶尖的。女儿，要不你还是跟虾仁服个软吧，就说你可以考虑答应将军府的提亲，给他一点希望，别这么倔。让我跟虾仁那厦门犬服软？不可能，更何况是他喜欢我，凭什么要我去服软？他也配？爹，你就等着吧，我可不相信虾仁会这么放弃，他离不开我的，他现在估计不知道有多痛苦，有多难熬呢，想让我吃醋。好，那我就让他也吃醋，看看是谁先忍不住。你打算做什么？当然是约秦府的少爷出去喝喝茶，逛逛花街。虾仁不是去找程仙意了吗？他会找，我就不会。我现在就去找秦家少爷单独相处，让虾仁抓心挠肝，肠子都悔青，然后他定然就会哭着回来找我，我还能拿捏不住他了，真是给他脸了。来了，周公子真的来了。他肯定是听说了林小姐跟秦少爷在燕春楼相约，心生妒忌与醋意，所以怒气冲冲的杀过来质问了。什么情况？只是跟仙意约在了燕春楼用午膳，顺道来买个甜点，怎么就醋意相约了？看来这一局还是林小姐赢啊！我还以为周小公子想明白了呢，没想到还是离了林娇云就活不下去。你瞧，手中还提着甜点，估计是去跪求原谅呢。去了，他真的去燕春楼了。我就说嘛，周小公子纠缠了云小姐这么久，怎么可能说放弃就放弃了？咱们就看看他今个如何痛哭求原谅吧。燕春楼附近的街道上议论声四起，所有目光都落在虾仁的身上，脸上写满了幸灾乐祸与看戏。就在1个时辰前，林娇云跟秦少爷谈笑风生地进入了燕春楼，两人言语之间暧昧气氛不断。这一幕场景被林娇云身边的丫鬟刻意传播出去，不到一会儿，附近的士族小姐们便纷纷出门看热闹，甚至还有些人打起了赌，就赌虾仁什么时候会出现，赌他跪求几天才能得到林娇云的原谅。好巧不巧，虾仁在这个节骨眼上就来了。小姐，周公子来了，而且手中还提着你最爱吃的书记糕点。这家的糕点不仅难买，而且价格堪比黄金。看来周公子是真的慌了。林娇云听着丫鬟的形容，内心傲气上涌，朝着坐在对面的秦少爷扫了一眼。秦少爷身形体胖，个子不高，父亲是3品文官，跟林家也算是门当户对。他时不时偷偷的看一眼容貌清丽的林娇云，这突如其来的单独相处，紧张的他心脏砰砰跳，连说话都结巴了。云儿，怎么了？没什么，怕你坐在这里无聊，所以我想着出去转转。好，我陪你。其实我不无聊的，能见你一面我就很开心了。云儿，我真没想到你会主动来找我。我听说这阵子虾仁没有纠缠你了，你不是一直讨厌他粗鄙低俗，不懂高雅之谈吗？他成天就知道钱，逼你收一些粗俗之物，根本不懂你内心的纯洁。你这么好，跟天上的仙女一样美好的人，怎么可能被他那几两破银子感动？好在他终于意识到，周虾仁，你怎么在这里？突如其来的一道叫唤声让周围死寂无声，所有目睹这一场戏剧的人都安静下来，朝着声音的起源处望去。他娘的，今天出门真是没看黄历，这都能碰上他。虾仁，我之前在周府已经说过了，我再也不会搭理你，你已经彻底的失去我了。我跟谁出门都是我林娇云的私事，与你无关，请你让开。你早认清现实不就好了？都说了，鱼儿很讨厌你的纠缠。虾仁，我真的受够了你的胡搅蛮缠了。我讨厌那些虚荣的珠宝和银子，可你却非要强迫我收下，最后又造谣说我收了你的定情信物，逼我嫁给你。现在听说我跟秦少爷出门了，你又忍不住跑来拦路，你很讨厌知道吗？不管你为我做什么，我俩都不可能了，懂吗？懂，明白。我知道你讨厌那些虚荣的俗物，所以我已经让下人在准备清单了。你别急，这2天我就能把册子准备好，去你们林府把那些布满铜臭味的俗物搬走。至于秦少爷，放心，我不会跟这秦舔狗抢的，你这块烂肉还是留给他吃吧。虾仁，我说我要远离你了，你听不懂吗？我不会原谅你了呀，蠢货。
对，你不会原谅我了，是你莫名其妙跑到我面前耀武扬威，喊着那些又表又贱的话，是想看到我痛哭流涕的挽留你，继续让我捧着你宠着你，让我跟条狗一样对你摇尾巴，最后再来上一句我粗俗不懂高雅，只知道送钱，不懂你心中的纯洁与高尚。这短短2句话说的林娇云面色一白，她感觉自己受到了全世界最大的侮辱，从爱自己爱到无法自拔的男人口中说出，林娇云的泪水一下就流了下来。你真是婊啊！全京城恐怕没人能比得上你了吧？一边暗示我想要值钱的礼物，一边标榜自己清高纯洁，一边又跟你那些小姐妹炫耀，最后捧到你飞，伤痛我背，你牛逼，小爷我高攀不起，现在又来这里刷存在感，我真是匹了狗了！遇上你这么一个又当又立的东西，别来这里好了，我现在见到你就恶心。虾仁，你怎么能那么诋毁云儿？她是一个多么美好善良的女子，你怎么能骂她又当又立？那些东西分明是你强迫她收的，她又没有说错，你这是得不到就诋毁，我瞧不起你。虾仁，你敢说你真的不愿意看到我吗？你要是不愿意，为什么要来这里？为什么要跟踪我？为什么要买我最爱吃的酥鸡糕点？又为什么会吃醋？你敢说你真不愿意看到我吗？虾仁来这里，自然是因为我呀。所有目光都顺着声音看去，程仙逸气质出尘的缓缓走来，光是那张上帝精雕细琢的绝色容貌，林娇云就彻底输了。这也是林娇云这3年一直讨厌憎恨程仙逸的原因，因为只要程仙逸一出现，就会令她产生一股自卑与妒忌。这就是程家小姐，这么绝美的吗？我这也是头一次见她，她已经好些年没有出席过氏族节宴了吧？几年前见她就已经足够惊人，没想到长开之后竟生的这般绝色。周公子是眼瞎了吗？之前怎么非要退婚选林小姐？我刚刚还看林小姐长得秀丽可餐，如今一看，怎的如此寡淡平庸了？她现在都敢叫你虾仁了吗？是你允许她喊的吗？这么暧昧的称呼，你都意识不到吗？为什么不回答我？虾仁，你非要这样逼我是吧？你等着，我会让你后悔的，我一定会让你后悔今天的做法。说罢，林娇云一把抱住秦少爷的脖子，忍着恶心朝秦少爷的嘴唇亲了过去。这一吻，吻得全场死寂无声，吻得秦少爷整张脸都涨得通红，眼冒金光，身子都因为太过激动而站立起来。看到了吗？看清楚了吗？这就是你逼我的下场，你满意了吗？真是搞不懂林娇云的脑回路，报复我的方式竟然是去亲别的男人，很好，学到了。就在林娇云心中痛快地勾起嘴角，准备欣赏虾仁后悔当初的表情时，只见虾仁直接揽住程仙逸，当着林娇云的面来了一个长达几十秒的深深一吻。这几十秒的时间里，林娇云感觉自己的世界都塌方了。林小姐，看清楚了吗？别再想什么欲擒故纵，逼你吃醋了。我不是非你不可，更不是离了你就活不下去。给你点颜色，你就真以为自己美若天仙了吗？3年了，美梦该醒了，而我早已不爱你了。不可能，这不可能，这一定是骗我的。虾仁，你给本小姐滚回来！我不允许你牵她的手，听到没有？我不相信你不爱我了，你怎么可以这么报复我？虾仁，你会后悔的，我再也不会原谅你了，再也不会了。陛下，张副将密信，周振光率领17万大军抢走粮库所有粮食与物资，并且占领江宁城。随后，张副将率领5000精兵夜袭江宁城，与樊威都尉里应外合，烧其粮仓，杀其战马。此战大胜后，樊威都尉带领4万士兵归顺朝廷，如今愿意追随周振光的不到13万余人。张副将请陛下下旨，即刻攻城抓拿周振光。本以为周振光有几分威胁，现在看来也不怎么样嘛。还没了粮草和战马，能不能活过这个冬天都是问题，哪来的底气再跟朝廷对抗？哎，周家世代忠良，朕直到此时此刻还是不愿意相信这件事情。王爱卿，你与周振光关系甚好，你跟朕说说，周振光真的会叛国谋反吗？陛下，微臣与周振光并不熟悉，但微臣想，周振光都已经带着10几万大军占领江陵城，自立为王，恐怕确有谋反之心。陛下，周振光满门忠烈，绝对不会谋反，这中间一定有隐情。还望陛下明察，还周家一个公道，一个公平，切莫让边境那些流血又流泪的儿郎们心还失望了。老师他疯了，他竟然为周振光喊冤！我不是传了密信给他，让他跟周家撇清关系吗？婚约没解除就算了，怎么还敢替周振光说话？父皇，程太傅并不是那个意思。之前程家以为周家忠烈，所以才会与周家定亲，可没想到周家会做出此等恶事，请求父皇还程家一个公道，立即取消周公子与程小姐的婚事，切莫因为此事而涉及到程府。是吗？朕刚刚有些耳背，隔得远，没有听清程爱卿方才的话。程爱卿是像太子所言那么认为的吗？程太傅缓缓抬起了头，看着高高在上的炎帝，又看了看对自己拼命使眼色的太子，又想起满心满眼只有虾仁的女儿。这几年女儿的执着与固执自己都看在眼里。程太傅很清楚，
虾仁就是支撑着他活下去的信念。说了就说了吧，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总归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周家被满门抄斩。回陛下，老臣认为周将军为臣忠心，为民大义，他不是那种会勾结匈奴的小人，请陛下擦亮眼睛，切莫听信小人的挑唆，查清此事，还周将军一个清白。既然程太傅都这么说了，那就……父皇，既然程太傅这么相信周家，不妨暂时将太傅请去大理寺配合此案。太傅这么想还周将军的清白，想必一定会好好配合找出证据。这是变相幽禁了，去了大理寺那种地方，想再出来可就没那么容易了。要么查出周将军真是清白，要么就看炎帝愿不愿意放程家一条生路了。再怎么样，都比此时此刻的结局要好。父皇，程家虽然跟周府结亲，但却对其并不了解。京城的人都知道，虾仁跟程家定亲才几天，他根本就不清楚周家的现状，也不清楚周正光的为人，所说的话没有任何说服力，做不得数。倒是有几分道理。程太傅毕竟跟周家关系微浅，那你倒是说说，这京城之内谁的话有说服力？回父皇，鸿胪四卿之女林娇云与虾仁关系匪浅，曾多次进出过周府，对周府上下极为了解。他若说周将军并无谋反之心，最有说服力。好，传鸿胪四卿之女林娇云即刻进宫。同一时间，虾仁收到了2封密信，一封是军中传来，告知他周将军遭亲信背叛，里应外合烧光了过冬的粮草，整个军营的粮食只够大军生存7天，7天之后就会彻底断粮。而另一封是从皇宫传来，将大殿发生的事悉数告知。军中飞鸽传信，以最快的速度传到京城，大概需要5天的时间。也就是说，这封信是5天前传出的，现在只剩下2天的口粮了。怎么了？是周伯伯的事情吗？一封是说父亲遭亲信背叛，粮草被烧；另一封是宫中传来，说程伯父为父亲喊冤，太子以程伯父跟周家不熟，说话没有说服力为借口，想替程伯父开脱。现在炎帝已经传林娇云进宫，全京城的百姓都知道，我掏心掏肺的追了林娇云3年，就属他最了解我周家的情况。他要是说周家谋反，再举出点虚无缥缈的例子，炎帝就能借着这个理由，立马派兵抓拿周家人，抓了我，周家必亡。那你现在去找林娇云其实还来得及，但是你可以不去吗？我不想你去，我也可以保护你的。你怎么还担心我会因为这事去找林娇云复合，求他帮周家呢？不会吗？当然不会了，他说什么都无所谓了。你未婚夫，我现在就要跟炎帝摊牌。建议，如果我要离开京城的话，你跟程伯父愿意放弃现在的荣华富贵，跟我走吗？放弃荣华富贵，这些放弃了多可惜啊！我会带着荣华富贵跟你走，要是没有银子，你肯定会吃苦受累的。我得带着足够你挥霍的银子跟你走。建议。丁，检测到情绪波动，爱意值增加20点，爱意值满分后即可开启神秘页面，购买无法形容的超级牛逼物资。娘，二姐，即刻清点离京的行李，召集府内所有的家丁跟侍卫，通知黑鼠做好准备。如果我没有猜错，不出3个时辰，炎帝就要对咱们下手了。这京城的天该变了。每人各领1把步枪、5盒子弹、3颗手雷。最近京城流言四起，说周家勾结匈奴，妄图谋反。勾结匈奴是假的，但造反是真。这么直接的吗？炎帝忌惮我爹手握兵权，功高盖主，想彻底铲除周家，所以在炎帝赶尽杀绝之前，我决定杀出京城。公子，您放心，属下就是死无全尸，都要把您送出京城。一个个都这副表情干什么？不就是闯个城门吗？有这些武器在手，又有何惧？公子，这些武器能够助我们杀出京城吗？这是不是太匪夷所思了？看来你们还是不信。既然如此，那我就亲自给你们演示一次吧。这武器名为步枪，射程为400至1000米，最高射程可达2里路。天哪，这究竟是何物？竟然连这么坚硬的石头都能打穿！原来公子没有吓得说傻话，这东西恐怕真能让我们活着离开京城。二姐，你和娘拿冲锋枪率领8名侍卫，一定要在2个时辰内攻下城门，坚持到辰时。黑龙，你和黑虎前往程家，不要惊动其他人，以最快的速度带着程先义离开京城。黑鼠随我一起去大理寺大牢救出程太傅，3路人马同时出动，辰时之前一定要冲出城门。
老周啊老周，我已经尽力了，可陛下铁了心要置周家于死地。女儿是爹太没用，我教得了舍生取义，教得了克己奉公，教不了黑掉的良心，可为父不甘心呢。你好不容易等到虾仁回头，为什么自古武将难善终？女儿为父怕是出不去了。我若是以死谢罪，陛下会看在先一世孤女的份上，放过他们。突然，大门外响起尖锐的惨叫声，紧接着，一名穿着黑色紧身衣的娇小身影冲进牢房，一把拉住程太傅的手臂就往门外跑。你是？闭嘴！我是奉主之命过来救你的。炎帝对周家下手了，不想死就跟紧我逃出这里。可老夫不认识你啊！程太傅被女子强行拉着往牢房大门的方向跑，可跑到一半，门外忽然响起轰隆隆的炸响声，一名穿着黑衣的高猛男子快速冲了进来，惊慌失措地对着女子大喊：“来不及了，那群人冲进来了，好像也是冲着程太傅来的，怎么办？咱们被包围了，对方就2人，可他们手里有那怪异的武器，官兵跟狱员足足有几百人，一个照面，直接被他们秒杀了。该死的，到底是何方神圣？你到底请了几批人过来救你？外面那杀神到底是谁？我不知啊。牢狱后门有一处通天口，我们用轻功可以逃走，但带着程太傅肯定不行，怎么办？对方的武器太可怕了，咱俩必死无疑。逐字交代，一定要救程太傅出去。我们带不了了，让所有人撤离。对面那群人也是为了程太傅而来，想必不会伤他。我们先走，事后再行定论。程太傅神色茫然地看着娇小女子丢下他就跑，紧接着，一群蒙着面的黑衣人不知道从哪里冒出，速度极快地朝着牢狱后门冲去。这不是说要救我吗？怎么就一半就走了？给我扔，这是什么意思？我没越狱，是刚才有人非要拉我出来。都是因为你，我的兄弟们都死了。住手，放开他！站住，不要过来，再过来我就杀了他。你到底是什么人？敢胆在京城劫狱？我劝你们即刻放下武器，归顺投降，或许陛下仁慈还会放你们一命。程太傅心惊胆战地盯着黑鼠那张脸，又看向黑鼠手中的杀气，再度脑子一片空白。我这是在做梦，这不是下人身边的侍卫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公子，他挟持了程太傅，我们怎么？他10把刀加起来的速度都没有我的枪快，怂什么？直接杀啊！指挥使，救我，快救我！杀气，大杀气！下人他造反，我的人都被他杀光了。你到底在胡说八道些什么？你说下人杀光了你几百名狱员，你怕不是疯了？我没疯，指挥使，我说的是真的。哼，本使什么风浪没见过，岂能被什么破杀气吓到？听我指令，包围牢狱，活抓下人这废物，弓箭手准备。小人，这里已经被本使包围了，你胆敢私闯牢狱，劫持罪犯，此乃死罪，尔等蝼蚁还不速速投降？就这点人还想留下我？手雷准备，给我扔！小人，你是玩女人玩的手软了，连人个案结软趴趴的，还想？小姐，您睡了吗？我有些话着急想说。有事明日再说吧。小姐，老爷被打入牢狱，他一个肩不能抗的文臣，哪里能受得了牢房里的寒苦？我求求您，您别再执迷不悟了好吗？周公子虽好，可他不适合你，你就当为了老爷，为了程家，现在就赶去皇宫请罪，跟周家解除婚约，撇清关系，求陛下放了老爷吧。然而，回答管家的是房间内的死寂无声，用沉默回忆管家一个无情的答案。管家眼底激昂焦急的情绪一瞬间熄灭，变得黯淡无光，最后面露失望的离去。这管家真是不知所谓，公子心心念念着要带程小姐一起走，可程家的人却在教唆程小姐解除婚约，还后悔。哼，我看是解除婚约才会后悔吧。好了，别说了，让你带的迷烟呢？在这呢。黑龙，公子不是说让咱们把程小姐带出京吗？你用迷烟做神？你没见到程家人的反应吗？听不懂公子对咱们的吩咐，话里有话。话里有话，什么意思？公子说，让我们潜入城府的时候不要惊动其他人，咱们不用迷烟，怎么悄无声息的劫走程小姐？公子好面子，咱们这些做侍卫的要懂他。这程小姐待在京城多好，干嘛非得跟公子去边境受冻挨饿？肯定是不愿意的嘛。那不愿意，公子不就得用强的将他绑去呗？我明白了。两人放了迷烟，借着夜色偷偷潜入闺房，直接将被子连同程仙一卷成一团，扛在肩上，速度迅速的离开了城府。
禀陛下，前往将军府抄家的指挥师已牺牲，500名锦衣卫因正面对上虾人，几近全数伤亡，逃回来不到30人，虾人恐怖至极。禀陛下，虾人带领10名侍卫冲进牢房，劫走成太傅，牢狱内300名狱员，300名精英守卫，无一生还。陛下，城门处100名精英守卫，外加600名预备守成员，全数惨死。要不是末将被属下们拼死护送逃离那里，末将恐怕已经是一具尸体。周家人简直恐怖如斯。放肆！你说那个只知道玩女人的虾人，以一己之力杀得锦衣卫、牢狱守员、禁军守卫惨败，甚至无一生还。你们胆敢在朕的面前满嘴谎话？什么虾人恐怖如斯？你们近2000人，竟然奈何不了一个既不能文又不能武的蝼蚁？是不是你们放走了虾人，而后串通好，一起来用此等可笑的借口蒙骗朕？陛下，属下字字句句属实。陛下，虾人手里有一种能将铁门震成碎片的杀气，能隔着1、2里的距离将敌人神不知鬼不觉地斩杀，甚至尸体上只有突然出现的伤口，连暗器都没有。周二小姐跟周夫人带着8人横扫全场，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丢来，方圆50米皆毁。末将的士兵被那东西炸得四肢解体，浑身烧伤，毫无反抗之力，更别说那长条诡异的杀气，一声响就是一条命啊！那虾人呢？周家人呢？他们此刻在何处？虾人、周家人在辰时之际离京而逃了。逃了？你们近2000人，竟然拦不住一个虾人，朕养你们有什么用？来人，即刻起驾，朕倒要亲眼去看看，看看你们说的那些恐怖杀气到底有多害人。你们最好没有夸大其谈，否则那张嘴便不用再说话了。很快，一群人便来到了大理寺牢狱附近，隔着几百米的距离，众人都能闻到空气中的浓烈血腥味，还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心慌感。陛下，就是前面了，拐个角就到了，陛下要做好心理准备。到了，陛下，你们自己看吧。映入眼前血腥的场面，撞入炎帝瞳孔里，满地的残肢断骨，满地模糊的血肉。他们临死的那一刻，还瞪大了眼珠子，那种灵魂都在站立的恐惧情绪，深深地印在这群尸体上。到底是何等杀气，能制造出这种场面？2000人对战10几人，竟输得如此难堪。立即派1队人马前往离陀县拦截虾人。周家人生死不论，但一定要拿到他手的杀气。这等好东西，虾人恐怕还没那个本事护住，就该呈给朕。若有此物，朕必定能一统天下。开局面临满门抄斩，虾人激活军火库系统，左手冲锋，右手手雷的带着众人逃离京城，却不想意外来的总是这么快。公子，我们来了。让你俩去带仙意离开，仙意呢？还有，这是什么东西？公子，这便是程小姐啊！啊，仙意，你们把她怎么了？没事，这不是程小姐不愿意跟着您去边关受苦吗？我跟黑龙都懂得，她担心会惊动其他人，就用了点迷烟，然后连被子带人扛过来了。公子放心，用量小，程小姐很快就会醒过来了。看着黑虎那一副男人最懂男人的表情，虾人可算明白这其中的深意了。他在州府时交代他们不要惊动其他人，2人会错意，直接将人绑了过来。虾人眼神复杂的扫了黑虎一眼，赶紧掀开被子，准备叫醒程仙意。可这一掀，虾人脸色瞬间大变，棉被掀开，映入眼前的这一张脸朴素清秀，哪里是什么程仙意？这不是程仙意的贴身丫鬟绿萝吗？这我们也不知道啊。周公子，你怎么在这里？你这话问反了吧？我应该问为什么是你？炎帝将程伯父关进牢狱，下令查抄将军府，我带着周家人逃离出京，同时让黑虎将仙意带出京城，人倒是带来了，却变了个人。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黑龙被这一幕吓得心惊胆战，赶紧解释了在城府内的细节。加上离京的时间紧迫，怕看到什么不该看的，黑龙才没有掀开被子检查，直接连同被子将人扛了出来。所以你为什么睡在仙意的房间里？说，公子，不是奴婢要睡，是小姐让我这么做的。小姐这1个月每日都会偷偷出府，可她又担心老爷会发现此事，所以便令我一到天黑就扮成她假睡。今天小姐一回府就吩咐我躺在床上，还说不管任何人来了都让我不要出门。我以为今晚跟之前一样会相安无事，可没想到我一睁眼就到这里了。之前每天晚上睡觉时，仙意都会悄悄潜入将军府，所以闹出这个乌龙还跟我自己有关。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仙意人呐。奴婢不知道啊，小姐行事不会跟我们这些丫鬟说的。今天小姐回来的时候脸色有些冷，有点急，然后没多久就出府了。公子，现在怎么办？咱们再杀回京城找程小姐吗？回不去了。咱们有以一敌百的杀气，怎么会回不去？任何杀气都需要人来使用，如果他们用车轮战，用士兵的命来堆，1000人不够就5000，5000还不够就1万，京城守卫充足，调个3、5万出来很容易。我们才10几人，总有暗箭难防、精力耗尽的时候，到那时恐怕连离京的机会都没有。
现在连先意在哪都不知道，可我真的没有时间了。父亲粮草尽毁，从这里快马加鞭赶往边境，都需要6、7天的时间，只有我亲自赶往边境，才能控制住断粮的局面。黑龙，你带上武器，悄悄潜回京，去苏大人的府邸，就说虾仁拜托他，让他不惜一切代价帮我找到先意，保护他的安全，将他平安的护送于江陵城。若是这次再出意外，先意有一点闪失，我拿你试问。是公子，属下定会带着程小姐平安回归江宁城。10月中旬，边境区域温度骤降，要不了多久就会迎来大雪。在没有过冬物资的情况下，零下的温度不知要冻伤多少将士。将军，天气越来越冷了，将士们的余粮马上就会耗光，再不想办法找一条出路，咱们别说熬过这个冬天，恐怕熬不过第一场大雪。是啊，将军，这些将士铁了心的追随，咱们不能让他们活活饿死冻死啊！粮仓还有多少粮食？够将士们吃多久？还能吃最后2天。2天。周振光掀开营帐，扑面而来的寒风吹得脸颊生疼，外面的士兵被冻得四肢僵硬，眼神麻木，用身体抵挡强势的冷气。也不知道夏二可否收到了我的密信，京城的情况怎么样？无论如何，也要撑到他到江陵城。离京之时，夏二说过，只需要给他1个月的时间，他必定离京赶来边境会合。算算时间也快到了，再过7天，就是夏二约定跟我会合的日子。只要夏二一到，所有危机都可以解决。马上就要没粮草了，将军怎么一点都不着急，也不想想办法，天天就盯着外面看，光看就能有粮食，就能熬过这个冬天吗？你这是什么话？将军心里也急啊，可现在能怎么办？江陵城外驻守着张副将跟樊威这2个叛徒的大军，足足17万，比咱们多了4万。他们的兵吃饱喝足，有过冬的物资，咱们的将士全饿得病怏怏，连枪都快提不起来了，拿什么跟他们去抢粮食？你看将军是着急的样子吗？抢不了也得想办法，咱们要解决这事，时间不等人，马上就断粮了，大雪再过几天就要来了，咱们就干等死吗？将军，你说句话。话一出口，众人的眼睛直直地盯着周振光，等着他的答案。依军主将，10几万人的生死全都掌控在他手里，一旦解决不了粮食跟过冬的问题，大军必乱，到时候管他什么将军元帅的，谁的话都不好使，在饥饿面前，没有什么底线可言的。再等等，3天前你就说等，5天前、10天前，你还是说等，这个字我每天都听厌了。咱们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你看看这些人，过冬的衣服、鞋子、被子统统没有，一天只能吃1顿饭，而且还是稀粥。这群人拿命支持着咱们非要等到他们活活饿死冻死，才能找到出路吗？将军，粮食只够吃2天啊，2天你不害怕吗？年轻将领眼中皆是心疼与无力，他知道自己不该用这种语气跟将军说话，可他看着站在寒风里守岗的将士，心里憋得难受。他不怕大军覆没，失败战死，就怕这群顶着骂名跟随周家的人会窝囊的饿死在这个冬天。我看得到，我眼睛没瞎，我能看到将士们这段日子有多么难熬。可时机未到，再等几天，相信我，几天之后，一切事情都可以迎刃瓦解的。几天是几天，2天还是9天？怎么解决？13万人的吃穿用度，用什么来解决？年轻将领紧紧地握着拳头，失望质疑地看了周振光一眼，不欢而散地拂袖而去。营帐内的几人面面相看，张了张嘴想再问清楚一些，可一看周振光那憔悴的眼周便咽了下去。算了，再熬几天，相信将军吧。既然将军说几天之后就能解决困境，那就让将士们再等等，挺一挺，挺到希望来临吧。将军，您为什么不跟这群将领说清楚？周家拥有手雷跟手枪这等绝世杀器，只要等到公子带着杀气回边境，朝廷大军不足畏惧。这事您要是早点说出来，樊威说不定就不会背叛您，还有张副将恐怕都要重新掂量要不要归顺炎帝。怀璧其罪，咱们的手雷仅剩几颗了，没有绝对的实力去暴露自己的底牌，只会引来更大的麻烦。我相信虾二让我做的选择，我儿会平安准时到来的。怎么会这样？这不可能！虾仁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这些，他每天就是带我去吃吃喝喝，买首饰买衣服，除了偶尔会说出一些奇奇怪怪的言论之外，真的没有别的了。陛下，臣女说的字字属实。京城谁人不知虾仁对你死心塌地，在追你的时候又花费了大半个将军府的库银，最后因为周振光谋反一事曝光，怕连累到你，才跟你撇清关系，选择程先意。他能为你付出到这般程度，有杀气这种事情怎么可能瞒着你？林家女，你胆子不小啊，竟然敢隐瞒朕，还不速速招来？我都说了我不知道，你到底要怎么样才相信？被宠惯了的林娇云根本受不了这种冤枉，顿时大喊出声。炎帝眸底划过一抹杀意，正当他想开口下令时，太子开口道：
父皇，留着此女还有用，虾仁还没有抓到，万一出现什么变故，还能用她做人质。虾仁爱她爱得死去活来的，这3年为了她好几次陷入危机，儿臣笃定，虾仁一旦知道她落难，必定会不惜一切代价救她。林家之女林娇云，大殿内藐视皇威，包庇虾仁，贬为庶民，暂时幽禁于林家。你一日想不起来周家那些杀气，那就一日都不准离府。朕倒要看看你能替虾仁瞒多久。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不要做庶民。虾仁，我错了，我知道你肯定不会怪我，还会心疼我受了委屈。你快来救我走，这个地方太讨厌了。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你才是对我最包容最好的人。听说了吗？昨天晚上周家的公子周虾仁不仅带人劫狱，周家2小姐还将城门守卫杀得片甲不留。看来传言是真的，周家真的造反了。混蛋！原来昨天晚上劫人的是周虾仁，该死的！我差一点就把程太傅救出牢狱了，连我的人都被你炸死2个，气死我了！事办砸了，我可怎么跟主子交代？真该死！说着说着，娇小女子的声音突然嘎吱，马车内一股低沉的气压从身后传来，娇小女子才反应过来自己身后坐着一个人。参见主子。你刚才说谁该死？你刚刚说谁该死？要不是那该死的周虾仁，属下必定不会失败。我以后见到他，一定要剁了。主子饶命！主子饶命！怎么回事？我说错了什么吗？确实怪半路杀出来的虾仁坏事啊！你自己废物，竟还敢怪他！是紫嫣无能废物，紫嫣知道错了，请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定将程太傅从虾仁的手里抢回来。不管他手中的武器有多厉害，我都无惧，不会再让你失望了。你这话倒是说得对，他确实厉害，不仅格局远大，而且步步为营，整个京城都在传那些杀气的威力。可在此之前，我却没有听到半点风声，这证明他深谋远虑，很早就在布局逃离京城了。什么情况？怎么从主子的眼眸中看到了一丝与荣共焉的骄傲？向来冷血无情的主子，竟然夸一个劫走程太傅的敌人深谋远虑。早在多年前，程先义就知道周家会有此一劫，为了保住虾仁，他不惜一切代价的成长。如今终于拥有了可以跟皇室进军抗衡的实力，可还没等他开始行动，虾仁就如释破竹，光芒万丈。主子，那咱们还去营救程太傅吗？不用了，我亲自去吧，毕竟他没有我睡不着觉的。他白天还与我说过，问我愿不愿意放弃荣华富贵随他离京，他说不会丢下我一个人，会带我走。林小姐被炎帝幽禁了，他都没管，唯独问了我，你说他是不是有一点点喜欢我了呀？紫嫣听着这晴天霹雳的话，感觉天都塌了。在紫嫣的印象中，程先义十分讨厌男人靠近，甚至有很严重的洁癖。以前也有男人妄图接近他，结果就是现在的坟头草都换了3茬了。主子不是在跟紫嫣开玩笑吧？虾仁怎么会跟你说这些？他已经有未婚妻了，那是程太傅的女儿，您可是咱们势力的掌权人，跟那柔弱无力的高门小姐就不是一个类型。是谁在那里说话？糟了！紫嫣暗骂自己，竟然因为太过震惊而将这些话喊了出来，结果引起了守卫的注意。就当他准备御马离开时，却听见了意外的名字。先义，先义，本宫就知道你不会出事的。还好还好，你特意来这里，是来找我吗？太子有事。先义，为何一直对我如此冷漠？直到现在，你还感受不到我对你的真心吗？虾仁为了林家女，伤了你一次又一次，可你眼里还是有他。甚至我一说到虾仁的名字，你眼里就有化不开的温柔。你就这么喜欢他，非他不可吗？为什么他如此作践你，你还放不下他？而我在背后为你付出那么多，你都看不到我对你的真心。这一刻，太子恨不得将心掏出来给程先义看，他字字呕心泣血，很想大声喊出来自己对程先义的爱，可又怕惊动太多人，只能紧攥着手指，面容真挚又受伤的望着眼前的女子。紫嫣听得脑袋嗡嗡作响，表情都凝固了。太子，不是放不下，是我从未放下过。他伤我也好，害我也罢，又有什么关系呢？至少证明他还愿意在我身上花费心思，总比形同陌路，连我是谁都不知道的好。你说是吗？好，先义，我不跟你说这些。现在的局势是周家要谋反，虾仁逃出京城，妄想跟周正光会合。父皇已经在中途设了埋伏，虾仁会死于途中。你跟虾仁不会有结果的，听我的好吗？跟我走，我不会让父皇伤害到你，我会保护你。至于程太傅，我已经安排了人手，肯定能把程太傅带回来。虾仁斗不过父皇的，以后由我来给你荣华富贵的生活。程先义抬眼，淡淡的扫了眼太子悬空的手掌，嘴角扬起一丝讥笑，仅仅5个字，就轰得太子脸上血色尽失。我非他不可。紫嫣心惊胆战地听完了全程对话，她接到程先义的指示，压下心底的10000个为什么，赶紧驾驭着马车离去。太子站在巷口处，眼睁睁地看着那架马车离他而去，
他想抓住点什么，可却发现自己无论怎么努力都留不住心中所爱。潜藏在心底深处的那股阴暗扭曲人性破茧而出，他脸上所有温和悲切的情绪褪去，转换成阴沉与势在必得。他是我的，只能是我的，拦住他！身后侍卫闻令而动，几十人持刀而上，直接将程先义的马车包围。太子迈开步子，一步一步的重新站定在程先义面前。这一回，眼中没有商量与恳求，只有扭曲的爱。先义，本宫再问你最后一遍，你是选择必败无疑的虾仁，还是选择跟本宫走，尽享荣华富贵？见此，程先义忽然掩嘴一笑，这是他第一次对他笑，笑得尽显风华。他半敛着美眸，就这么淡淡的扫过去，无畏无惧的与太子的目光对视。我非他不可。太子殿下以为凭你这点人手能拦得住我去找他吗？你是对你太过自信，还是真以为我在虾人面前柔顺体贴，就当真手无缚鸡之力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太子心底涌出一种莫名的不祥感，下一秒他就听到了这辈子最为震慑心魂的话：你想成为第二个四皇子吗？是你，四皇子半夜被人割舌断筋，侍卫连对方长什么样都没看到，全数惨死。没想到竟然是你，怎么会是你？哼，为了能站在虾人身边，我努力了那么多年，岂会被你威胁？你说虾人会死在前往边境的路上，我程先义不信。我偏要看他荣登高位，举世无双，这天下谁也别想伤他分毫，就连我也不行。紫嫣，走。紫嫣看了一眼程先义眼中迸露出来的浅浅柔情，那种潜在骨子里的自信，再看了一眼呆滞在原地久久不能回神的太子，他心脏砰砰砰的跳，一边驾着马车离去，一边在内心惊骇大喊：我的天，我的天，我都听到了什么惊天秘密？这是我能听的吗？主子是城府小姐，还非虾人不可，这么大的秘密让我听到，主子该不会把我灭口吧？我还没成亲，还没体验过爱情的感觉。将感应雷埋入地下，就不用担心城中守卫。二姐和娘，你们替我守在粮仓门口。吩咐完后，虾人立即进了仓门，放眼望去，成吨成吨的粮食摆在虾人眼前，这足够8万大军吃1年，还是劫粮仓舒服啊！一下就省了我几十万积分。虾人手一挥，将40万石粮食收进了随身空间内，随后掏出手雷，直接将粮仓抓好。城中守卫闻讯而来，可还没等靠近，一连我的腿，我的腿，我的眼睛看不见了，耳朵也听不见了，我看不见了。将军是地下，地下埋了杀气，处之必死。都别动，所有人都站在原地别动。这些怪异的东西到底是从何而来？这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没有一点预兆？离陀县8000精兵在我家公子面前不过如此，尔等窝囊废，我们就站在这里，你们可有胆子来抓我们吗？去他娘的窝囊！本将就不信那杀气能有如此之多，所有人都不准退，给本将杀了他们！杀了他们！激情热血被点起来，数名士兵冲了出去，可随之而来的就是轰隆隆的炸响声和士兵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士兵们不信邪，不怕死，再往前冲。几分钟后，燃起的杀气被恐惧占据，剩余下来的6000多精兵彻底的停固在原地，再也不敢前进一分。将军，这东西太恐怖了，不到100米的距离，我们的人已经死了1000多，现在怎么办？难不成眼睁睁的看着虾人等人离城吗？还是挑衅完我们之后，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离城？这是何等的憋屈！所有人又怕又惧又想往前冲，可又提不起敢死的勇气。没有人不怕死，尤其是面对未知的时候。将军满脸戾气，眼看着虾人等人举着火把，就那样悠闲走着，那晃眼的火把似乎在告诉他们所有人，他们周家在8000精兵的围杀下，大摇大摆的走了。见虾人如此的嚣张与猖狂，将军这辈子都没有受过此等程度的挑衅，自己提着刀就往前冲。士可杀不可辱，虾人胆敢如此羞辱我，我如何能忍？虾人小儿，今天本将就割下你的头颅！什么狗屁杀气！本将身负皇恩，得天庇护，不信这杀气能炸死本将。副将怎么办？虾人走了，还是当着我们6000多人的面走的。此事传出去，我等颜面无存，颜面无存了，这可怎么办？我们还要追吗？现在不是追不追的问题，而是如何让这6000多精兵离开粮仓附近。鬼知道他到底埋了多少杀气在地底下。此时，虾人距离到达边关还有3、4天的时间。一路上，虾人不仅将追兵尽数击毙，还把沿路各县粮仓搬空，日夜不停地向江陵城奔赴。而驻扎于江陵城的13万大军已经断粮2天。所有当值的士兵抱着手臂，嘴唇发白无力地抓着长枪支撑着身体，时不时有士兵晕倒在地。周将军，你前几天就说等，我等了，现在有结果了吗？外面站岗的士兵已经晕倒了2成，现在大军已经有了怨言声，有些士兵忍受不了冷饿相加的痛苦，开始大闹了。今晚就是大雪来临，难道咱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活活饿死冻死吗？
将军，他说的确实没错。您去外面看看，咱们的士兵都脱离成什么模样了，一个个要死不活，全靠那口气支撑着。半个月前您就说会有解决的办法，让我们等。好，我们等。可随着一天天过去，咱们的士兵都快要活活饿死冻死了。你难道就忍心看着那些用命追随你的士兵这么窝囊的死去吗？诸位将领，我比你们任何人都着急，但再给我几天时间，我们一定会等到希望降临的。周振光，你到现在还这么说，13大军的性命啊，是不是只要死的那个人不是你，你就能无所谓？陛下说你勾结匈奴谋反，要灭你周家满门，是谁相信你？是谁明明知道斗不过朝廷，还义无反顾地赌上性命追随你？我们本可以自私一点，不仁不义一点，像樊威那样，像张副将那样，无非就是良心过不去。可至少我手底下的兵不会饿死，他们都是跟着我出生入死的弟兄，我如何忍心，如何心安理得的看着他们窝囊的死在这里？我真是受够你了，我不信你。我知道你们不信我，但是我相信我，只要我儿一到边关，一切困难将迎刃而解。离京之前，我儿承诺过，1个月之内必定会到达边关与我会合。还有最后3天，我相信夏二他会来的。荒唐，实在是荒唐！你这段时间就是在等虾人来是吗？等一个在京城追女人追的整个严国家喻户晓的纨绔来是吗？你把13万大军的性命压在虾人身上，你认为以他的能力可以跋山涉水，能冲破几万禁军的包围，还能带着13万大军的物资粮食招摇过市，平安的来到边关跟你会合？好，是我眼下，是我看错人了。我以为你肯定不会拿13万大军的性命开玩笑，所以我信你，信到大军断粮，信到大雪来临。可没想到你回京3年，竟变得如此自私，如此不仁不义，我对你太失望了。年轻将领猛地一抹泪花，咬牙深深地看了眼周振光，冲出营帐，深吸口气，像是做了什么违背良心的决定，用尽力气高声喊：东营的将士何在？从此刻起，我宣布脱离大军，愿意跟本将走的出列。这如雷轰耳的命令声落下，整个军营都沸腾了。东营的士兵陆陆续续地赶了过来，他们面黄肌瘦地站在那儿，茫然震惊地望着年轻将领。年轻将领越看越是痛心与讽刺。粮仓已经没有1粒米，军营也没有一件能过冬的衣服。我身为你们的领头，不能看着你们活生生饿死。愿意跟我出城赌一线生机的，就跟我走；愿意留在这里相信周振光，相信他那满嘴谎言的，就留在这里。周振光，以往情分就此断绝吧。你真是我见过最失败的领将。年轻将领放下这句话后，便扭头离去。在得知周振光在营帐内说的话后，有人内心的防线崩溃了。他们失望地看了一眼周将军，跟着年轻将领而去。你们若是想走，也走吧。到了此刻，你们对我失望也是应该的。周将军，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我也不说其他的，我就问你一句话，是不是虾人一到，不管是粮食还是过冬物资，全部都能解决？是。他还有几天能到？3天。好，那就3天，我再信你3天。这一次赔上的将是所有士兵的性命。3天之后，虾人若是没到，周将军，你将成这整个大军的罪人。现在，请将军下令斩杀战马，暂且让将士熬过这3天，不要等到虾人还没有到边关，咱们的将士们就已经活活饿死。请将军斩杀战马。公子，穿过这座山，再往北行30里路，就到江陵城了。现在边关附近已经被大雪封路，也不知道将军他们怎么样了。公子可要休息一晚再出发。不能拖了，我们连夜步行赶路前往江陵城。虾人，赶紧去见周将军吧！我这一天天的切实难安呢。我那惨兮兮的女儿还在等我去找她呀，我简直不能想象她现在过得有多苦。她可能7天都未能吃1粒米，衣服首饰都被抢了，身无分文，还生着病，现在可怜狼狈地蹲在马路边，盯着那些馒头流口水。虾人听得眉心直突突，赶紧挥去脑海里脑补出来的画面感，立马带着一群人穿山越岭，直奔江陵城。此刻距离到达江陵城还有最后7个小时。上次年轻将领跟周振光闹翻后，周振光便下令斩杀战马，让大军好好的饱了2顿肉。可随着2顿肉后，军营内什么都没有了，陆陆续续有人忍受不了寒风饥饿主动离营，甚至夜里站岗会活活冻死。如今大军已经撑到了极限。周将军，今天是第3天了，夜晚即将来临，大雪封山封路，虾人就算真的到了边关附近，恐怕也会等到白天路况好些的时候才愿上路。但是你看看将士们的情况，还有多少人能撑到第2天？若第2天虾人还是没有出现，又有多少人能撑到第3天？直到现在，你还要无动于衷，只有一个等字吗？是我对不起追随的将士们。霞儿跟我说过，1个月之期必定会来边关与我会合。他若是今晚真的没能来，估计是出了什么意外。出了意外？周振光啊，周振光，你怎么能拿10万余人的性命当开玩笑？
你知道这些将士在用什么样的眼神看着咱们吗？他们直到现在还对我们抱有期望，认为或许下一刻就能出现转机，他们就不用活活冻死热死。可现在转机没了，是我做了错误的决定，信了你，害了他们。老将领这辈子都没有掉过几回眼泪，可如今却控制不住的哭出了声。他既痛恨又无力，现实是如此的残忍无情，赌错一次就能抱憾终生。镇守在江陵城外的北道关口突然撤兵了，原本的4万多守卫，如今撤到只剩3000人。什么？4万多守卫撤兵？将军，此事恐怕有诈。张副将跟樊威那2个狗贼很清楚我们营内的余粮，在这个关键时刻不可能撤军。只要他们在严防死守几天，我们的大军便会不战而败。这时候撤军很可能就是一个局。在场所有将领都清楚，这可能是张副将设下的一个局。然而最让人无力的是，明知是局，在场所有将领都动容了，他们想赌一把，或许可能有一线生机。将军，大军等不到虾人来了，赌一把吧，赌一把还有希望。是啦，将军，不是我们不信周公子，如今约定的时间已经到，大雪封路，天黑寸步难行。难道您认为周公子会弃马步行，带着大军物资夜行30里赶来救咱们吗？咱们只能靠自己殊死一搏了。将军，冲出去吧。周震光望着一双双哀求的眸子，每一双眼睛都写满了视死如归的勇气。几位将领神情坚定，紧紧地攥着拳头，饿到手脚脱力，眼中燃起的熊熊烈火却是那么耀眼。听我号令，留下7万将士守好江陵城，其他所有人随我杀出北城口，夺取官道，去往附近城镇夺粮。命令下，整个军营响起发自肺腑的高喊声，由周震光跟老将领带队，朝着北道关口的方向前去。或许是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原本饿得奄奄一息的将士们也提起了力气，目光凛然地注视着远处的关口，以半包围的形式摸进。太子殿下平时看着挺稳重的，怎么如今却写出了这么荒唐的一封信？还什么能杀人无形的绝世杀气，让我赶在虾人到达边关之前，赶紧设计或抓周震光，以此来威胁虾人不敢轻举妄动。樊将军，这封信真是太子殿下寄的吗？还说严国都要受到威胁，末将看着怎么那么荒唐？既然是太子殿下的命令，那咱们照做便是。我早就看周震光不顺眼了。樊将军来了，周震光带着约莫3万左右的人马杀来北道关口了。好，我就知道周震光已经走投无路，不枉我费了那么大的力气，甚至不惜令4万兵马推离10里地。如今大计已成，周震光竟然真的冒险杀出了江陵城外，立即点燃哨塔的烽火台，以此传信于藏身在10公里之外的大军，速倾巢而出，赶来北道关口，活捉周震光。樊将军有令，北道关口立即点燃哨塔烽火台。我这是眼花了，这大晚上的为何会有火？而且还虾人，你快看，那是不是哨塔？虾人闻言，顺着程太傅手指的方向看去，对面山顶处正竖立着一座高塔，塔顶的烽火台燃起了火光。看来我们来的正是时候。不好了，对面亮起了烽火，周震光等逆贼必定是杀出城了，速点燃烽火台，通知山后的4万大军。随着第2座、第3座山顶燃起火光，待到第4座山顶火光亮起时，消息就会传到藏身于关道口10公里处的4万朝廷兵马。高塔最上方，2名士兵齐齐朝着点火处冲去，手持火折子的哨兵额头处猛地爆出一道血窟窿，鲜血喷洒而出，溅染到旁边哨兵的脸上。是谁？你刚刚说周震光什么？周震光怎么了？说周震光带着大军冲出了江陵城，想要夺取北道关口，去外城运粮自救。樊将军让4万大军藏身在10里外的后山，以烽火台为信号，接到信号，4万大军便会立即出动，包围北道关口，活捉反贼周震光。还真是所有人都心知肚明的计策。父亲麾下的大军机冷交加，现在恐怕连走路都费力。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是朝廷士兵的对手？一旦双方交战，必败无疑。既然如此，那这掌控局面的人就调换一番吧。他樊威既然想玩，那我就陪他好好的玩。黑虎、黑龙，你们2人留下来，守好哨塔，盯紧藏身于后山的那4万兵马。一旦有任何异动，立即来通禀我。是。其余人随我加快速度，赶去北道关口。将军，您方才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未曾听到。怎么，你听到什么了？属下刚刚好像听到了几道砰砰的声响，有些模糊，先是连续2道，然后又隔着很久时间再2道，可是现在又没有了。深山野兽众多，有点异响正常，大惊小怪什么？好好盯紧山顶的烽火台。樊将军说过，今晚周震光必定会按捺不住夜袭，火光信号一现，所有人便即刻出发，包抄周震光等人，杀他们个落花流水。是。
周将军，我不后悔那日跟你叛变的抉择，只是苦了随我出生入死的将士，我愧对于他们。但愿老天能睁一睁眼，给10万余人一条活路吧。将士们，随我杀！夜袭，敌军夜袭，反贼带着叛军杀过来了，所有人准备应战，诛杀反贼。朝廷这边的士兵早有预料，当即整合队伍，准备防御反击。为首的将领一冲出来，就看到了厮杀而来的人马。为首的那人正是满身戾气的周振光，虽然气势很足，可朝廷将领一眼就能看出来，对面这群杀气冲天的将士外强内干，根本不足为惧。果然如樊将军所料，周振光等人被困于江陵城内，穷途末路的饿死鬼们连长枪都挥不动，也妄想占领关口。所有人随我杀出去，撑到咱们朝廷的大军前来支援，活捉周振光。此起彼伏的厮杀声和惨叫声彻响北道关口，一层一层的传播开来，最后被绵绵不断的高山燃起。报，樊将军，周振光那边有3万人马。虽然那群人饿到体力透支，但人数多，加上都在殊死一搏，一个个全都不要命的往前冲。现在第一道防线已经被他们突破，咱们这边只留有3000精兵，恐怕抵挡不了多久了。一切皆在我的掌控之内，就算他冲破又如何？咱们这3000人又不需要胜利，只要撑到4万援军赶到，就能扭转乾坤。区区1-2个时辰而已，无需担心。传令下去，让众战士再坚持一下，咱们的援军马上就会赶到。不过是一群穷途末路的死鬼罢了。樊威讥讽地饮了口酒，理所应当地拂去了周振光曾经对他的恩情。在绝对的权力跟实力面前，仁义又有什么用？周振光对炎帝仁至义尽，可最后还是被卸磨杀驴了。报，樊将军，周振光等人已经突破了第2道防线，即将杀进北道关口。无惧，等咱们的援军到来。报，樊将军，周振光等人已经杀进关口，咱们的人马上就要顶不住了。为了您的安危，请您立即离开营帐，先行回避。怕什么？等咱们的援军到来，定会让他有来无回。报，一道道汇报声下来，樊威从最开始的淡定从容，到中间的疑惑不安，最后彻底慌了，一脸心急如焚的坐不住了。眼看周振光就要杀进营帐，可后山的援军到现在都没有动静。现在距离点燃烽火台过去多久了？樊将军，已经过去了2个时辰。2个时辰？怎么现在还没有到？从消息传到后山，再徒步赶来支援，根本就不需要2个时辰。若是快，1个半时辰足矣。那群废物到底在搞什么？将军，后山那边该不会是出什么状况了吧？不然怎么会到现在都没有动静？咱们撤吧，再不撤就来不及了。不能放弃，再等等，最后再等3息时间。望着眼前战火纷飞、血流成河的场景，望着冲杀在最前方的周振光，像是开刃的宝刀，飞速地收割着一条又一条的人命。然而3息过后，后山的4万援军还是没来。樊将军，不能再等了，援军怕是不会再来了。周振光已经杀进营帐，咱们的人已经死了1多半了，眼看就要活捉周振光，咱们就这么功亏一篑了吗？樊威咬牙切齿地深深吸了好几口气，才压下憋屈与不甘心的情绪，立即转身冲着身旁的下属命令道：立即将军营的粮食烧尽，现在这个时候万不能让周振光等人得到一丝缓冲的生机，所有能毁的物资全数烧毁，立即撤！他娘的，那群废物到底在干什么？本来可以活抓周振光，将这群逆贼趁机一网打尽，就因为他们迟迟不到，他娘的！樊威气得直爆粗口，回头狠狠地瞪了周振光，以最快的速度朝后山撤离了。北道关口的粮食是1天只运当天的量，樊威担心周振光在绝境之时会为了粮食，所以每天都派人去城镇运粮，1天只有400石，刚好够4万朝廷大军1天的用粮。火焰瞬间卷袭营帐，仅剩的400石粮全数烧毁。樊威带着一队人马站在山腰间，不甘地扫了一眼被周振光占领的关口，气得眼球都瞪出了红血丝。该死的，立即前去后山，我倒要看看那群援军到底在搞什么鬼。什么人在那里？滚出来！是你，周家人。家人，没想到竟然会在这里碰到你，本将军抓了你，我就不信周振光不缴械投降。虾仁等人站在原地，淡定地将手中武器抬起，对着四周就是一片红粉。冲向虾仁的士兵们像是被什么东西击中，而后身体爆溅出血花，短短半息时间，全数倒地，白色的血面被血色染红，刺得樊威眼睛生疼。怎么会？这什么情况？假的，这肯定是假的。虾仁，你做了什么？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樊威，就是你跟张副将里应外合，烧光了我父亲的粮草，投奔了炎帝是吧？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也没有想到啊，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你。虾仁，不要杀我，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知道我是个小人，不该背叛周将军，可我也没有办法了。是陛下威胁我，更何况你也知道，如今朝堂的时局，周将军现在只剩下10万余将士，怎么跟燕国斗？虾仁，我错了，我错了。呵呵，现在才知道错，可惜晚了。随后，虾仁将樊威头颅砍下，用布包裹着，一步一步朝着北道关口的方向走去。哇，这里的景色真美，太适合拍照了。咦，娘怎么又换新手机了？新的多贵呀！现在上转转，买2手才更划算。我这苹果14只花了2800，比新款便宜2天。最近又在他家买了个平板，高性价比，大屏幕看剧打游戏可舒服了。2手的靠谱吗？放心吧，我研究过了，转转官方验的数码产品都经过多轮检测，跟新机一样，支持1年保修。总之，买2手上转转就对了。虾仁，我可是你老丈人，记得给我也买一个。那当然没问题，不过现在还是抓紧赶路吧。周将军，关口营帐内的所有粮食都已经被烧毁，所有棉被衣物同样都被烧毁，没有留下一件。该死的樊威，就算是撤离都不给咱们一点物资。周将军，咱们这一仗是不是打得太容易了？樊威他们不会留有什么后手吧？我总感觉没这么简单，跟做梦似的。不光是吊着一口气拼命厮杀的众将领们觉得不真实，就是周正光都觉得这个结局有点太嗲。根据推算，北道关口10里之内定然藏有援军，就等着他带着手下的人冲出江陵城，然后再来一个赶尽杀绝。可现在竟然没有看到任何援军。无论如何，事实摆在眼前，这关口已经被咱占领了。可是将军，营帐一点吃的用的都没有，这可如何是好？樊威那狗贼是算准了，从这里赶去附近城镇，来回需要上百里地，咱们的人还能支撑到那一刻吗？撑不住也得撑，我亲自带人去运粮，再坚持1、2天，我必定能把粮食运回来。要去也是我去，眼看我们已经占领了北道关口，却没想到营帐连1粒粮都未曾给我们留下，如今将士们已经没力气动弹了，让他们好好休息吧。难道天意如此吗？莫非苍天要绝我们的后路不成吗？天意有我在，天意如何断你们后路？突然响起的熟悉声音令周正光胸膛猛地一震，满面动容地朝着声音的起源处望去。这一眼，所有人都怔住了。来人手中提着一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武器，一出场就给人一种莫名的压迫感。周公子，我是在做梦吗？周将军，这是周公子吗？现在已经是凌晨，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总不能是连夜跋山涉水而来吧？还没来得及感动，周正光忽然就闻到了一股浓烈的血腥味，他脸色微变，刚想问虾仁是不是受了重伤，下一秒眼神就撞上了那裹着头颅的布袋。霞儿，这是何物？虾仁当即将布袋丢在了地上，旁边的老将领走上前定眼一看，脸色大变，当看清那模样时，便是激动大喜地笑出了声。樊威狗贼，周将军，是樊威，这该死的叛徒，烧光了咱们的粮仓，杀了咱们的战马，竟然死在了周公子的手里，报应，真是报应啊！笑着笑着，老将领忽然顿了一下，这才反应过来，用一种吃惊又难以置信的目光看向虾仁，又看了看虾仁身后的人数，这才发现不对劲。周公子，你此次来边关带了多少人马？其他人呢？加上我跟二姐他们，此行一共8人，再无其他人了。还有我呀，我这把老骨头差点就断在路上了。周将军，您这儿子这一路可太无情了，他嫌我话多，嘴巴燥，愣是不让黑鼠背我，最后还将我丢在半路上，可把老夫跑死了。声音一落，所有人都傻眼在原地，这才发现连城太傅都来了，一行8人，有老者有弱女，竟然能闯过炎帝的围杀，还能平安的活到边境。最主要的是，虾仁还是提着樊威那颗头来的。你们这么点人，是怎么活到这里的？还有粮食呢？周将军说，只要你一到边境，咱们所有的困境都能迎刃而解。眼下咱们的将士已经撑到极限了，若是今晚再无粮无物，恐怕明早起来，死亡人数不会少于1成。粮食2字落下，那些面含绝望的将士们眼中都燃起了希望的光芒，一个个慢慢的抬起了头，下意识的咽了咽唾沫。我此行带有数万食粮，数万件棉衣棉被，从有我虾仁在的这一刻开始，定不会让追随周家的将士再挨1分饥饿。当声音落下的那一刹，老将领脑袋嗡的传来一声响，他激动的全身上下的肌肉都在颤栗，他红着眼眶看了一眼面露自豪的周正光，砰的一声对着周正光就跪了下来。将军，咱们的大军有救了！好啊，好！我真没想到你的儿子如此有本事，我为这2日对你的失望与怨言而道歉。只要将士们能活下来，我愿任你处置。你家公子何时带了万担粮？莫不是除了你们之外，还有运粮队？不该呀！若是真有，定然走不出离陀县，难不成是从边境附近运过来的？可我也未曾见到你家公子有什么异动，你知道吗？我也不知，公子或许早已布局了吧。看好了，粮食就在这棵树上。男人对着树踢了一脚，就从树上掉下饼干，这让饿了几天的士兵个个眼冒金光，用血就着饼干吃得津津有味。爹，现在大军有了粮食和装备，就不怕炎帝的50万大军了。您挑一些信得过的将士，让他们尽快掌握射击技巧。我担心先意，便即刻动身，找到先意后就立即赶回来。虾儿放心，经过此役留下的这些将士都是信得过的，你一路上要小心朝廷的埋伏。
我已经7天03个时辰01刻6夕没有见到虾仁了，他会想我的吧？主子，炎帝传令，不惜一切代价剿灭周家。炎帝还下令让林小姐嫁给秦家公子。林小姐写了一封信给虾仁，让虾仁回京城去救她。主子，你的手。离林小姐跟秦家公子大婚还有几天？还有10天。主子，周公子已经跟您定亲了，而且这段时间他一直都对您很好，甚至还当着您的面羞辱林娇云跟林家。您要不先冷静冷静，周公子应该不会去京城抢婚的。是吗？您如果是担心周公子看到林娇云写的求救信，那属下立即通知下去，全力拦截那封信。只要周公子看不到，就不会去救林娇云了。不了，所有人都说虾仁突然放弃林娇云对我好，是因为他怕连累到林家。其实我能感觉到，虾仁之所以靠近我，是带有目的的。这3年里，我没有哪一刻不想废了林小姐。可我知道，我若是这么做，虾仁会特别伤心。我不想让虾仁讨厌我、怨恨我。我要克制自己的欲望，可我已经那么克制了，为什么还是留不住？紫嫣，我该怎么办啊？主子，我或许有一个办法，既不用拦截林娇云的信，又可以留住周公子，不让他去抢婚。快说，什么办法？您知道什么样的女子最容易俘获男子的心吗？我听人说，女子若是想要挽留一个男人，不一定得美若天仙，也不一定得才学横溢，但一定要让他心疼，要让他怜惜你。心疼？没错，就是心疼。主子，你得让周公子心疼，他要是心疼你了，说不定就不会去京城抢亲了。那我该如何做？首先，让周公子心疼的关键点在于柔弱。柔弱？程先义下意识看了看自己的双手，看到了被瓷片扎破掌心的伤口，那满手的血，换做寻常的贵府小姐肯定疼到眼泪直流，可自己却面不改色。其次是可怜，受尽苦难。最后就是受伤。主子，您想想，若是周公子见到你的时候，你柔弱可怜受伤的被人欺负，这一路来边关的过程苦不堪言，他会不会心疼死你？您再想看，若是你穿着金丝棉缎，坐着豪华马车，连头发丝都没有少一根的去见周公子，然后周公子再联想到京城的林娇云被炎帝幽禁，被炎帝欺负，还要将她嫁给不喜欢的秦家公子，这2番对比之下，周公子又会怎么想？您品，您细品。程先义怔了怔，顿时悟了，紫嫣的这番话似乎向他打开了一个新大陆。所以虾仁应该是喜欢我柔弱不能自理，可怜受尽苦难，一身伤狼狈的出现在江陵城，看到我那么可怜，虾仁或许就会留下来照顾我，不去京城抢婚了。林娇云写的那封信估计已经到了边境附近，恐怕明天就会传到周公子的手里。主子，为了留下周公子，咱们还是赶紧出发吧。您这披风先脱了吧。好。您这锦缎也脱了吧。好。您这鼠面鞋也脱了吧。好。1个时辰后，从边境区域通往江陵城的路上，可以看到2道纤弱的身影，可怜兮兮的朝着前方而去。这副凄惨可怜的画面，终于跟程太傅脑补出来的苦难搭边了。前面就是周振光的地盘江陵城，到了江陵城内，咱们可别暴露了真实目的。周振光那老贼精得很，咱们就说是奉侯爵跟夫人的命令，带了一批物资去解周家燃眉之急的。护卫使放心，兄弟们嘴严得紧，不会乱说的。你们去江陵城找周将军有什么目的？这冰天雪地的，怎么会有2位姑娘出现在这种地方？不过这小身段，我们去江陵城自然是去找周振光将军。你这副水嫩娇弱的身子，看着可不太像是边境的本地人啊，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吗？不妨说出来，说不定我能帮你一把呢。我如今无权无势，庇护的家族倒了，父亲是严国的通缉犯。是吗？那姑娘可真是孤苦无依啊！我是平阳城侯爵府的1等护卫使，见到姑娘洛南真是心疼啊！不如姑娘就跟了我，放心，我肯定好好疼你的。我方才问你的话，你还没有回我呢。你来江陵城找周将军做什么？我快没有耐心了，你还不说吗？你该不会是周振光的远亲吧？受了周家的牵连，来投靠周振光，他一个反贼，你何必再去投靠他呢？不如跟着本使，本使一定会让姑娘。护卫使死了，该死的，把他给我围起来！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敢杀害平阳城侯爵府的护卫使，给我抓住他，要活的！众人拔出长刀，蜂拥而上。程先义将匕首在手中挽出一个好看的浪花。就在2方准备大开杀戒的时刻，远处一道道由远至近的马蹄声传来。程先义动作一顿，向远处看去，瞬间眼底所有的杀意退去，隔着1、2里的距离望着来人，眼睛明亮，嘴唇微扬。哈哈哈，小娘们就是不惊吓，还以为你们多厉害呢。见到人多就吓失神了，给我上，注意点，别伤到他的脸了。主子，你怎么了？这群人都是练家子，您别在这关键时刻失神啊。
主子，你到底在搞什么？对方都包围上来了，您这个时候丢武器？还没等紫嫣想明白其中的缘由，就看到程仙一抬手，用力的捏了手臂一把，一圈水雾立马浮现于眼眶内，要哭不哭，楚楚可人的模样，就连提刀冲上来的护卫都心软了几分。紫嫣也正愣在原地，前一秒将护卫使割喉的狠厉主子，下一秒就我见犹怜的朝着后方跑去，一路跌跌撞撞，画面凄惨至极。柔弱无力的程仙一跑到一半，突然跌倒在雪地上，眼含泪花的抬起头，脸上还残留着一滴触目惊心的血和受尽苦难的可怜目光。仙意，仙意，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主子，你，我，没想到啊，没想到，昨天还教主子怎么扮柔弱，怎么让周公子心疼，就过了一个晚上，主子怎么就把弱小无助演绎的淋漓尽致了呢？怎么就无师自通了呢？这不科学啊！是我没有安排好，是我不该把你交给黑龙他们。没事了，我以后都不把你的安危交给别人了。虾仁，我好想你，我好怕再也见不到你了。好在你没出什么事，以后若是再遇到这种事，就好好待在原地，等我去接你。程伯父每天都在担心你，你又单纯又胆小，弱不禁风的，真怕你遇到什么不测。他弱不禁风，胆小，单纯，完呐，这都是些什么虎狼之词？虾仁，我以后不会冒险了，我听话，以后等你去接我。我就是太想看到你了，所以才一路从京城过来。我没想到路上的人都那么坏，他们都好可怕。你看，手收疼。谁干的？记不清了，我当时饿得头晕，他们抢走了我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还想抢你送我的簪子，我不让他们拿，他们就拿东西扎我的手。你送给我的东西，谁也别想抢走。再珍贵的东西都没有你重要，簪子没了可以再买，以后不要再拿自己的安危开玩笑，他们是不是也想伤你？等一下，我有话要说。刚刚的事情都是误会，我们是平阳城侯爵府的，奉侯爵跟夫人的命令来这里给周将军送物资，以解周将军的燃眉之急。仙意，他们刚刚想对你做什么？事情是这样吗？他们好可怕，想杀我，还想让我依附他们生活。好可怕！你放肆！方才你都不是这样的，你这是装的。我们护卫使不过是觉得你孤苦无依，问问你有什么难处，想帮你一把。结果你倒好，一匕首就割了护卫使的喉，现在还来倒打一耙。这位公子，你不要被他的外表蒙骗了。不信你看，我们护卫使的尸体都在这儿，他还有什么好狡辩的？虾仁，我没有，他们说谎，他们不是来雪中送炭，他们是来找周伯父把柄的。这群人一见到我就拿刀威胁我，还想绑架我，我害怕，吓得腿软摔在了地上。护卫使就被他的同伴无心刺中。我刚刚来的时候，分明就看到仙意被你们追杀着逃跑。大姐性格高傲，怎么会贸然让你们来送物资？黑鼠，一个不留。大姐，你是虾仁，周公子，我真的是夫人派过来支援的。虾仁，他们还说你大姐有危险，侯爵似乎要对你大姐下杀手。黑鼠，留个活口审讯。是。我不信，父亲光明磊落，怎么会做这种勾结匈奴之事？夫人，你怀有身孕，小心动了胎气啊！四弟被幽禁在京城，夫君，我知道咱们府里养了私兵，我想去京城，这个时候只有我能帮四弟了，我要把四弟从京城救出来。都听你的，我现在就去下令，整顿人马去京城把虾仁给救出来。你怀有身孕，就好好的待在家。不行，我要亲自去，只有看到四弟平安无恙，我才能安心。我现在就去准备行李。真当本侯会为了你这贱人而毁了侯爵府的前程吗？周振光区10万兵马，怎么斗得过南方驻扎的50万大军？奴家也这么觉得，周家哪能斗得过朝廷呢？侯爷，您当真要把他押去京城当人质吗？有何不可？周氏迎嫁给我2年，每次就知道躺那，跟条死鱼一样。等本侯将那贱人押进京城做人质后，本侯就风风光光的把你娶进门。那他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本侯怎么会让那贱人生下本侯的血脉？本侯的孩子自然只能由你来生了。怎么会这样？侯爵不是去救公子，是想把夫人送给陛下当人质。什么人？你怎么会在这里？你刚刚都听到了什么？侯爵，我什么都没有听到。没听到？那你慌什么？你刚刚莫不是想去跟夫人报信吧？侯爵，求求你放了夫人，夫人肚子里还怀着您的孩子，你怎么能这么待她？贱婢，既然都被你撞见了，那你也不用回去了，省得坏了我接下来的计划。杀了吧。夫君，这是怎么了？怎么这么吵？夫人，你怎么又过来了？我本想找阿彩收拾行李，可不见他人，就出来找找看，这是怎么了？是谁打了我的丫鬟？夫人，此等低贱的丫鬟何止该打，简直该碎尸万段才是。她趁着你不在，竟然敢勾引我。我没有，夫人，我没有。还说没有？夫人，你看我衣服上的红痕就是她留下的。
府里时人不知本侯对夫人深情独宠，你竟然爬本侯的床，夫人你可切莫心软，直接处死他便是。处死未免太过严重了，既然衣服染了红印，想必是用嘴碰脏了夫君，就割舍以示惩戒吧。阿彩，你只是周家收留的弃女，今日你敢勾引我夫君，这等惩戒也是你报应，日后若是再犯，我必不饶你性命。平阳侯谨慎地盯着周世莹的脸看了好一会，并未发现什么异样后，才松了口气，于是下令道：既然夫人都说了，还不立即做，割了他的舌头，日后再敢勾引人做些出格的事，就别怪本侯心狠手辣。回到院里，周世莹让府兵将阿彩丢在房间里，而后他关上房门，一边夸赞着平阳侯有多深情多好，一边拳打脚踢，冲着阿彩骂着最难听的话。不久后，门外响起细微的脚步声，直到周世莹确认在门外偷听的人离开，才卸下一身的防备。阿彩，对不起，对不起，我都知道了，我去得早，在外面听到了你跟那畜生的对话。阿彩，对不起，我不这么做，不仅我会被他强行囚禁，就是你也得死在他手里。我死了没关系，可四弟还在等着我救他，一旦我脱离危险，我就来救你。没什么舍不得的，该断则断，畜生配的种有什么好留的？你的存在会让我跟他这辈子都扯不断关联，日后周家若是平安无事，你将是吸血的纽带，我绝不允许他吸周家的血。就这样吧。来人啊，快来人啊！夫人，您这是怎么了？快去叫侯爵，夫人落产了。公子，黑龙传信说炎帝下令江临。怎么了？是不是弄疼你了？有一点疼，我想要你吹吹。好点没？好了。黑马，你继续说。公子，这信上说炎帝下令让临。虾仁，我冷，抱抱。还冷吗？那再加2盆炭火。虾仁，你之前说与我定亲，不是因为想护住林娇云，而是因为想每天都看见我，是真的吗？怎么莫名其妙的突然提林娇云这狗女人，还护她？要不是离京时太仓促，我都想冲进林家，一鞋底甩到她那边脸上。小骗子，就知道骗我，骗就骗吧，至少他还愿意花心思骗我。虾仁，不管发生什么，你都不可以抛弃我，不能把我一个人丢在原地，好吗？你这小脑袋都在想什么呢？我怎么会抛弃你？那就好，你不许骗我，你若是骗我，我肯定也舍不得对你做什么，但我会不开心的。程先义想说点狠话，却发现连严重一点的话都舍不得说，他压下内心的酸涩，克制那股想要破茧而出的扭曲爱意，脱离了虾仁的怀抱。虾仁，我想出去一会，你记得等会来接我。是要去看雪吗？要不要我陪你？不用的，只要你过会来接我就好。我只是不想亲眼看见你为林小姐失态，我不想，也不敢。程先义带着紫嫣走了，离开的时候，虾仁总感觉他的情绪似乎有些低落。黑马，咦，你换新手机了？旧的呢？卖了，我那台 iPhone 14找转转上门回收了3500多，靠谱吗？当然了，我是转转老用户了，每次换下来的旧手机、手表、相机都会叫转转免费上门回收，价格满意现场打钱，躺在家里就把手机给卖了，特别方便。要我说，趁着旧机还值钱，赶紧叫转转上门回收就对了。所以那信上到底写的什么？信上说，炎帝为了逼你回京城，将林小姐下嫁给秦家公子，甚至还幽禁林小姐。林小姐也给您写了一封信，说要您去京城抢婚，救她出来。紫嫣，你说虾仁看到那封信后，会不会直接丢下我去京城抢婚？主子，您既然这么担心周公子会丢下你，为什么不装病示弱，让周公子留下来呢？我看您那一招玩得挺出神入化的，我一个女子看了都得心疼几分。我不喜欢，我见过他无微不至的对我，就不喜欢这种使尽手段强行将他留在身边的感觉了。虽然结果是一样的结果，都是他在我身边，可是后者还是很疼，特别的疼。紫嫣只能看到程先义的背影，看到那突然崩裂的伤口，他能感觉到程先义的音色有些不稳，音线在颤抖，好像在全力的忍耐着什么极端情绪。他不明白究竟是哪一点能让一向冷静从容的程先义深爱执着到这种程度。主子，刚刚周公子说跟你定亲，不是因为想要护着林娇云，更不会突然丢下你一个人不管。你先别这么难受，说不定周公子马上就会出来找你呢。他骗我的，他是个小骗子。他说与我定亲是骗我的，他说永远都不会丢下我不管，也是骗我的。他已经丢下过我好多次了。不是才定亲没多久吗？怎么就好多次了？主子您别这样，看得我心慌慌的。您要是真这么难受，我去京城把林娇云给剁了。若是周公子要跟你闹，你便把他给绑了，直接霸王硬上弓。时间久了，说不定周公子就能把林娇云给忘了呢。我当真是信错你了，
竟是诱惑我做这些无法挽回的事儿。虽然有那么一点点的心动，紫嫣，你当真是一点都不靠谱。我不靠谱？那你装柔弱的时候怎么那么无师自通呢？非得说到你心坎里的办法才是靠谱的是吧？在这个沉重的气氛下，紫嫣根本就不敢反驳什么，她只能跟着程仙逸径直往前走。走着走着，就到了军营动用刑罚的地方。守着刑事的黑鼠跟黑马两人还没有回来。偌大的行刑处，除了绑在木架上的侯爵府副护卫使之外，就只剩下程仙逸跟紫嫣两人。你来这里干什么？是要杀人灭口吗？养在高门贵府的柔弱小姐，没想到背地里竟然如此的残暴。周公子当真有眼无珠，竟然被你这歹毒蝎子迷了心智。我告诉你，姓程的，要不是你挑拨侯爵跟周家的关系，周公子怎么会把我当成细作抓起来逼问？你这个毒妇，你等着，我一定会拆穿你的真面目，以报护卫使跟侯之仇。副护卫使咬牙切齿地冲着程仙逸放狠话。程仙逸直接走到一排排刑具面前，挑来挑去，一个容色轻视的女子跟旁边血淋淋的刑具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视觉冲击看得副护卫使胸膛巨震，恐惧渐渐爬满了整张脸。你不能杀我！我要是死了，凭我之前那些供词，周公子一定会怀疑你不像表面的那么纯良无辜。把他嘴堵上，鞋子脱了。虾仁不会去京城，虾仁会去京城，虾仁不会去京城，虾仁会去京城。站在远处的紫嫣头皮发麻，看着程仙逸恬静平和地蹲在那儿，将10颗脚趾甲拔完，那种血肉分离的痛感令副护卫使几乎绝望，死命的挣扎摇头。虾仁会去京城。话音一落，好像有什么恐怖的气息滋生而出。程仙逸眼神酝酿着数不尽的路杀之意，指尖一点一点收紧，风雨急来的情绪像是要爆发了。所以他还是会去京城的吗？智商呢？您的智商呢？您的从容淡定呢？刚刚不是还好好的吗？难不成在极端悲痛的情绪下还会失去理智？主子，您数反了，要不您再换种方法来一次。四周弥漫的杀气渐渐散去，程仙逸眼底翻滚的情绪归于平静，他抿了抿唇，接受了紫嫣的提议。你说的对，那我再来一次。主子，您从周公子会去京城开始挖，一个脚趾挖4块细肉，挖干净点。好的，记得要挖双数啊。好，知道了。虾仁会去京城，虾仁不会去京城，虾仁会去京城，虾仁不会去京城，虾仁会去京城。紫嫣以为程仙逸只是比较难受，但虾仁若是真的去了京城，总归也是会接受的。可现在看来，这哪里是能接受？主子这是将所有极端偏执的情绪都压在了心底，结果压得太狠了，内心彻底破防了。现在温和冷静，那只是还没遇到让他崩弦的点，一旦遇到，怕是要完了。虾仁不会去京城。紫嫣，我数完了，你说的对，虾仁真的不会去京城，他不会把我丢在这里。紫嫣低头看了一眼面前被挖空血肉的脚趾，简直无法想象副护卫使是怎么承受这个过程的。副护卫使声音嘶哑地冲着紫嫣叫着，裤子都吓湿了。对，周公子肯定不会去京城抢婚的，他一点都不喜欢林小姐，他现在更在乎的是你。您的理智回来了吗？我一直很冷静。说完这句话，程仙逸就离开了刑房。他走到军营正中央的位置，找了个地方，乖顺地坐了下来，然后静静地等着虾仁来接他。公子，平阳侯派过来的那个细作突然招了。招了？你不是说他一声不吭的吗？怎么突然的就招了？对啊，属下本来想对他用刑的，可刚进刑房就听到他哭着喊着要招供，真是奇了怪了。那小脸煞白的，没想到我才挥了几鞭子，就把他吓成这样。黑马有些摸不着头脑。他进刑房之前，紫嫣已经处理好了后事，不仅打扫了血迹，还将鞋子给副护卫使穿上了。将纱布从副护卫使嘴里取出来的时候，他魂都没了一半，就呆呆地望着房顶，连哭声都没有。我都招，魔鬼，他就是个魔鬼，我都说招了，为什么还要如此的折磨我？我什么都说，别再让他来了。没想到啊，黑马你这么有手段，招招用刑，对方就哭着喊着要招了。公子，我也没有想到，可能这就是属下的天赋吧。不是点名要见我吗？现在可以说了。我说完后，你给我一个痛快。我是奉侯爵的命令来打探消息的。侯爵听说周将军手里有一种极为恐怖的杀气，他让我假意雪中送炭，实则窃取周将军的杀气。我那天听到侯爵在书房说，准备把夫人骗去京城做人质，周家人重情重义，绝对不会眼睁睁地看着夫人送死的。你说的这些话，胆敢有一字之假，我家公子定把你碎尸万段。周公子，我说的都是真的。侯爵这些年表面顺从着夫人，实际上早就准备后手了。平阳侯这个畜生，黑马，你即刻派人去平阳城打探消息。平阳侯妄想幽禁我大姐做人质，也要看他有没有这个命。大姐这件事情一直都是父亲跟母亲的心病，现在也该结束了。黑鼠，准备快马，3年了，我亲自去接大姐回江陵城。千爷，你看那是不是长得有些像咱们的阁主？可只是像，简直一模一样。
他怎么会跟周家的人在一起？难不成是被绑架了？不然怎么连吃饭都用喂的了？自从周公子从咱们手里劫走成太傅后，主子跟子首领就突然消失匿迹了。咱们的人翻遍了整个京城都没有踪迹，没想到是落到了周家人的手里。我明白了，主子跟子首领不甘心，定是想从周公子手里抢走成太傅，结果被周公子给绑了。该死的，主子一定受了很多苦。你看看，主子方才还对着周公子强颜欢笑。咱们的主子曾几何时对着一个男人笑过，简直是奇耻大辱！立即回虾龟阁调派人手，管他什么恐怖杀气，敢绑架我们的主子，必定要让他付出惨痛的代价。虾仁，我有些累了，晚宴我就不去了，我可以在这里等你回来吗？好，我让黑鼠留下来守着你，乖乖在这里等我回来。主子，那夏知府突然邀请周公子去，怕是有所图啊。外面的妖艳货色那么多，您不跟着去守着点，万一再冒出个林娇云，如何是好？你觉得是我不想去？你是不是忘了什么？属下没忘什么呀。是吗？你若是没忘什么，我怎么看到青烟出现在望城？他难道不是来寻我们的吗？坏了，怎么忘了这事？离京之前忘了跟夏龟阁那群人说明情况了。现在怕是整个燕国的手下都在寻找咱俩吧？怎么办？马甲岂不是要掉了？此等掉马风险，若是被周公子给撞见了，怕是要命。我已经打听过了，虾仁带着一批人去见望城知府，留在客栈的人数减半。你们用迷药将剩下的周家人迷倒。蓝烟，你带着人立即去营救主子，一定要赶在虾仁回来之前将主子救出。蓝烟定将主子救出。你们都来了。主子，您没事吧？现在周家那些人都被迷晕了，您快收拾一下跟我们逃。真以为是你们迷晕的吗？要不是主子提前下手，就凭你们，怕是还没进这个客栈就被打爆头了。你们上楼的脚步声，我坐在这里都听到了。我将他们迷倒，便是知晓你们今天会来找我，能跟在虾仁身边，是我心之所愿。现在你们都知道我跟紫嫣的状况，便退下吧，我在这里挺好。什么心之所愿？子首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到底是怎么照看主子的？他该不会是被周家人下了咒吧？主子心系周公子数年，终于得偿所愿了。你们的忠心他都知道了，趁着周公子还没有回来，赶紧麻溜跑吧，不然等周公子回来就麻烦了。侯姐，不好了，夫人不见了！你们这群废物，连一个女人都看不住吗？该死的，我就感觉她哪里不对劲，给我找！她若产上了元气，肯定逃不远，就算翻遍整个盐城，都要将她给我抓回来。虾龟阁救四弟，现在只有找到虾龟阁才能救四弟。快，侯爵说了，夫人肯定逃不远。这几条巷子给我仔细的搜，就是翻遍盐城，都要将夫人给翻出来。听到不远处响起侯府士兵的声音，周世营忍着痛意，快步朝着虾龟阁的方向赶去。可虾龟阁藏得十分隐秘，周世营并不清楚虾龟阁到底在哪。大小姐，大小姐，是我是黑羊，属下可算找到你了。黑羊，你怎么会在这里？你不是跟着虾仁在京城吗？公子拥有了一种灭世杀气，他带着周家人杀出了京城。不久前得知您被平阳侯送去京城当人质的秘密，公子当天就集结了一批人马回往京城要救您。此刻公子应当在望城，我现在就带你去找公子。来不及了，我身体支撑不住，你走吧，我只要确定虾仁没事就安心了。带上我一起，咱们两个都逃不掉。找到夫人了，快，不要让她跑了。大小姐，若是把你丢给平阳侯，那我还算个人吗？黑羊取下步枪，当即上膛，对准了冲进巷口的府兵。因为他只是来查探消息，因此黑羊就带了一盒子弹。可万万没想到会遇到现在这样的场面。你疯了吗？平阳侯这次带了数千府兵，这些只是一小批，附近听到动静定赶来。你一个人怎么可能斗得过近百名府兵？你快走！他是周家人，他有杀气，他手里有杀气。怕什么？对面就一个人，咱们有100人，这东西动静这么大，想必援兵马上就要来了。我就不信咱们这么多人还干不过他一个，给我四面没了他！都不要慌，抓到夫人者赏金2银，加升官位。若是将夫人放跑了，所有人的脑袋都得掉。一声声枪响回荡在巷口，黑羊额头上的冷汗越来越多。短短300-500米的距离，他上膛发弹都需要时间，而且子弹也快用完了，口袋里还剩有一颗虾仁给的出击手。眼看着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近，黑羊仍然咬着牙，全神贯注的瞄准射击，妄想在平阳。黑羊，你争取过了，你若是不走，我便真的没希望了。快走吧，大小姐。黑羊捂着流血的肩膀，眼眶泛红，看了看两方包围过来的府兵，知道如果再不撤退，恐怕他也逃不掉。这样虾仁就会错过营救周世营的机会。我走，大小姐，你等我，我现在就去找公子，让他来救您。黑羊眼里闪过2行泪花，在两方府兵包围上来的那一刹，掏出手雷。
2年不见，弟弟已经可以撑起周家了。虾仁，是大姐错了，是我太固执，当年意气用事，这个结果是大姐应当的。家人来了，家人带着杀气来了，快去通知县令，请求支援。黑鼠、黑龙，你们2个跟我走，其他人全都在外面守着，不允许任何人进入粮仓。公子，燃油已经准备好了，咱们是要都烧光吗？这么多粮食怎么能烧光呢？在外面等我。不愧是京城附近的城池，连细米都储备了不少，从现在起都是我的了。虾仁大手一挥，将几10万石粮食收进储物空间。随后，虾仁一伙又赶往县衙金库。就在众人准备赶往下的县营时，一阵从远处传来的枪响，令众人心中一紧。公子，好像是枪声，约莫在1、2里之外。除了咱们之外，这盐城难道还有其他人有杀气？只有咱们德人有杀气，外人怎么可能有？都随我去看看情况。黑羊在救周世营时中了一箭，丢下唯一的手雷，趁机逃跑。可逃到半路，便撞上了赶来的第3批府兵。是周家的人，他手中的杀气已经没有用了，快抓住他！陛下有旨，只要能抢到周家人手中的杀气，便是大功一件。刚刚前方爆炸那么大的动静，一定是手雷产生的余威，马上就到了，再坚持会就到了。黑羊一边祈祷一边往前跑，隔着很远的距离，他就看到了金库方向冲天的火光，并伴随着轰隆隆的炸响声。他负伤逃了2个时辰，已经精疲力竭。好在这个时候，黑羊发现了金库的动静，他只能赌一把抢劫盐城金库的势力是虾仁。公子，我尽力了，真的尽力了。公子还有一口气，但失血过多，需要赶紧救治。你们是平阳侯的府兵？你是周家的人，你们周家的大小姐可是在我们手中，你要是敢杀我们，侯爵一定不会放过他。呵呵，凭他一个小小的侯爵也配？都杀了吧！是。黑羊，怎么回事？你怎么会被平阳府的人追杀？公子，黑羊的伤口似乎像是被感染了，这上面还有嗅气的气味。此物虽然无毒，却能加深伤口感染的概率，一旦被感染，便会痉挛而死。公子，我不怕死，你们不用管我，快去救大小姐。大小姐她被平阳侯抓回去了。黑羊，你说大姐被平阳侯抓回去，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去查探消息，途中遇到了大小姐，本想趁着其他府兵没有赶来，以最快的速度救出大小姐，没想到错失了时机，没能护住大小姐。您别管我了，快去救大小姐吧。你留下来照看黑羊，上面我都用严国文字标注了用法，其他的情况等我回来。黑羊，你千万别胡思乱想，就算是伤口真被感染了，我也能找到药物救你。平阳侯，你当年花言巧语骗我大姐嫁入平阳城，我不跟你计较，可你不该用她的命去换取高升，这个账我也该跟你清算了。出发！毒妇，你个毒妇，竟然敢背叛我！瞧瞧你这阴沉扭曲的模样，昨天看我的眼神还是深情款款，现在却变得如此恶毒，怎么不继续装下去了？还是觉得我没有利用价值了？平阳侯啊，平阳侯，2年了，这2年我竟然从未看透过你。怎么回事？他都知道了些什么？平阳侯当即看向为首的府兵，在得知活抓周世营的途中遇到黑羊后，平阳侯脸色大变，眼中布满了不安与后怕，整个人都紧绷起来。你确定那人是周家人？就一个人？那人现在在哪？那人逃了，你们几百号人都挡不住他一个人。侯爵，周家人手里不仅有杀气，还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我们都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方圆50米内的人都炸死了，对方仅一个人便灭掉了我们73人，但凡再多几个周家人，属下们恐怕都没办法带着夫人活着回来。巧合，一定是巧合，杀气怎么可能这么厉害？一个人杀了73个。你笑什么？你这个害死孩子的毒妇，那可是你的亲生血肉，你怎么忍心？一提到孩子，平阳侯就怒不可遏。若是孩子还在，他还能借着孩子让周家兴旺，可这一切却被周世营全毁了。贱妇，我让你笑，你手段如此残忍，就不怕报应吗？平阳侯怒不可遏地握紧拳头，一拳拳砸在周世营的肚子上。周世营本来就落了产，那股刀绞般的疼痛瞬间席卷全身，可他没有流泪，没有求饶，他只是倔强地抬着头，用一双憎恨又嘲讽的眼睛盯着平阳侯。我怕什么报应？是你虚伪怯弱，是你为了前程，竟然妄想用我的命去威胁周家。平阳侯，当年为了周家的权势，你花言巧语的娶到我，结果我却直接断了跟周家的联系，没让你得到一分好处，你肯定恨透了我吧？你住口！是你毁了我的前程，毁了我的退路，要不是你现在还有点用，我真恨不得杀了你。报，侯爵，哨兵来报，说几公里之外看到了一匹夜行的人马，似乎是冲着咱们这个方向来的。肯定是虾仁他们，快走！他们是冲着本侯来的，快走！侯爵，咱们往哪边走？分2拨人吧，调200名精兵护着本侯逃走，剩下的所有人利用周世营跟虾仁打拖延战，务必要帮本侯拖延到撤离的时间。愿为侯爵效死。
周世营，能给本侯争取撤离的机会，便宜你了，撤。周家人手中握有杀气，咱们真的要跟虾人去死拼吗？那东西有多厉害？您当时在现场可是亲眼目睹啊。是啊，领队，之前在京城2000禁军都没能拦住虾人20人离京，如今虾人那边有近100人，在杀气面前，我们恐怕都是填命的。虾人有杀气又如何？我们手中有夫人作为威胁，我就不信虾人连他大姐的性命都不顾了。虾人，我劝你不要轻举妄动，你有杀气又怎么样？周世营在我们的手里，你的杀气能比我手中的刀还快吗？你若是不想他受到伤害，就立即将手中的杀气都丢过来，否则……领队死了，是杀气，在那里，那边的树上藏了一个人，是那个人杀死了领队。看好周世营，我们跟虾人拼了！都杀了，一个不留。大姐，我来接你了。虾人，是大姐错了，当年是我太意气用事，是我太固执，对不起，对不起，虾人。周世营像是卸去一身的力气那样，无力的跌坐在地板上。他本想像以前一样不顾一切的冲上去环抱住虾人，可周世营却发现他连张开手的勇气都没有。大姐，这些伤都是平阳侯打的。没事，没事的，虾人，大姐不疼。平阳侯得知你到盐城的消息后，便抛下我，带着200精兵独自逃了。大姐，你放心，平阳侯逃不掉的。他只有2条路可以走，无非是京城和平阳城。他若是去京城，黑龙一直守在京城附近，就等着拦截平阳侯。他若是逃回平阳城，那我就带人端了他的地盘。只要你没事，其他都不重要了。公子，大夫来了，正在为大小姐诊治。公子，请公子联系我。你是谁？公子，她是平阳侯养在身边的贴身丫鬟，看来平阳侯也没有多喜欢她，连逃路都没有带上她。我是被逼的，平阳侯将我强行留在他身边，没日没夜的索取我。如今平阳侯跑了，我又被他玷污了身子，求公子联系我。只要您不嫌弃，我愿意尽心尽力的服侍公子，让公子像入云霄那样畅快。不管您想怎么样，奴家都满足你。老娘功夫可是一流，当年特意去学过青楼的招数，只需1次，必能让这个虾人流连忘返，爱不释手。什么都能满足我吗？公子想如何便如何，只求您怜。既然如此，那你就去死吧！我大姐被伤成这样，也有你的一份。什么货色也敢在我面前哭哭啼啼！侯爵，按照这个速度，明天正午就能到达京城。听说陛下调了8万精兵入京，虾人那区100人，岂是8万精兵的对手？该死的周世营，该死的虾人，别让我等到周家败亡的那天，否则我定要将周家人给碎尸万段，以报今天的屈辱。侯爵，您快看呐，他们背上的黑东西就是杀气，是虾人他们追过来了吗？咱们走的是快刀，加上府兵又有夫人做威胁，虾人怎么可能比咱们还要快到望城？侯爵，您快看，还有2个女子。她是谁？快去打探一下，这周家人怎么会出现在望城？侯爵，属下都打听清楚了，虾人早在前天便带领100余人出现在了望城。随行的人中就有2名女子，听说虾人对其中那位绝色女子十分的宠溺喜欢。虾人对她十分喜欢，她到底是谁？侯爵，经成都传虾人是个痴情种，除了那个林家女，其他谁也看不上。你的意思是，这女子很有可能就是林娇云？难道虾人已经把林娇云给救出京城了？这天下除了林家女，还有哪个女人能值得虾人大费精力的赶向京城？若这望城只有持杀气的周家人，我可能就把这口气给咽下去了。可偏偏多了2个柔弱女子，不管她是谁，就凭虾人对她的重视程度，她都值得本侯一睹。说不定她就知道杀气的来源，给本侯跟上她，她可是比周世营要有用多了。主子，你感觉到了吗？刚出客栈那会，有人在暗中监视咱们。我知道，那群小蝼蚁，早在客栈的时候我便察觉到了。紫嫣，这个捅脖子锋利吗？捅脖子？主子，您不是有簪子吗？你头上的那枚凤簪，瞧着就挺锋利的，这是白玉的，不仅难捅，还特别容易断啊。这是虾人送我的，不能脏，就选它吧。人已经绑到分隔了吗？已经到了，现在就等您过去呢。他们进这个院子了，都从侧院翻墙进去，只要绑走那个女人，套出杀气的消息，虾人不是狂吗？等我得到杀气的来源，看他还怎么狂。听说你父亲夏知府要将你许配给周公子，是吗？你到底是什么人？周公子知道你背地里如此的恶毒吗？我爹不过是想让我跟周公子相识一番，你便命人将我绑来，你想干什么？快把我放了！你就没想过，周公子若是知道你的真面目，会有多嫌弃你吗？3天前，燕国太子给你传了一封密信，信上写着2件事。其一，让你从周公子的口中打探到杀气的信息；其二，找机会下药让周公子不能人道。但成一事，
太子便许你荣华富贵。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我常年居于望城，哪有机会认识什么燕国太子？你分明就是心生妒忌，才将我绑来了这里吓唬我，又何必在这里冠冕堂皇的给我安罪名？我一个弱女子，怎会做如此恶毒之事？是吗？你不乖哦，我讨厌每一个妄想从我手里将虾仁抢走的人，我会杀掉每个妄想对虾仁产生一丝伤害念头的人。听说玉簪通灵，我特意给你选了这枚白玉簪，这上面刻着虾仁的名字，我方才亲手刻上去的，所以你要记得，下辈子离他远一点，不然我会再次控制不住杀了你的。邻家女还不立刻束手就擒？你们来的可真巧，你们来的可真巧。你在做什么？你怎么会？一路风尘仆仆的赶来望城，很不容易吧？自我出客栈开始，你便一直在暗中监视我。怎么被虾仁劫走了周时营，心有不甘，就将目光放在我身上了，妄想着绑走我，从我嘴里套出杀气的来源，抓我做威胁虾仁的人质吗？你不是林娇云，你怎么知道我是谁？你怎么知道周时营被虾仁劫走了？你连我的身份都不清楚，便敢来抓我，除平阳侯外都杀了吧？是。你不是京城的林娇云，你到底是什么人？你想干什么？主子，接下来怎么处理他？需要属下直接把他剁了，替周大小姐谢仇吗？青烟，你太残忍了。这段时间，我听闻外界对你们的评价不太好。主子，您是想改变周公子对咱们的看法？主子，您就以虾龟阁的名义把平阳侯绑过去送给他，这样一来，周公子对虾龟阁的好感必定蹭蹭蹭的往上涨。你说的有理，虾仁别具慧眼，收到了这份礼物，定然能穿透表面，看到虾龟阁的人善之处。去，把平阳侯关去暗室。这是那个女人的暗示，她这是准备将我绑起来送给虾仁，我不能就这么坐以待毙，我得逃出去。平阳侯盯着不远处的烛光，当即挪动身子，妄想借用烛火将红绳烧断。直到他靠近之后，他才发现那并不是什么烛火，而是点燃的焚香。墙壁上还挂着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画像。别人供神供佛，这怎么供手骨？这节手骨好像并不完整，像是被人敲断的，还压着一张纸。生于纪元33年初冬12月12日子时，死于宁朝13年初冬，年享23岁，姓氏周，字虾仁。纪元宁朝，纪元存活了43年，灭亡后，宁朝崛起，最后是当今元朝，至今为止490年。490年，这到底是什么东西？你就这么点胆量，也敢将周时营送去京城为质？你真是传言中虾龟阁的阁主，虾仁的未婚妻，程太傅家的独女，程先义。程阁主，有虾龟阁做依靠，不如跟我合作，我们联手将虾仁的杀气抢过来，必能荣登高位。这天下什么样的男子没有？何至于吊死在一棵树上？哼，虾龟阁送给他的礼物不一定需要活人，尸体也可以，你觉得呢？程先义收回视线，走到墙角的画像前，看着那幅亲手描绘的画。画像中坐在马背上的男子回头，可却没有五官。时间相隔太久，程先义提笔画的时候，已经记不清对方是什么模样。那种疯狂的想将他长相铭记于心，却被时间渐渐淡忘的无力感，实在是太痛苦了。程阁主信神佛吗？最开始不信，我曾孤傲无畏，从来只信自己。后来发现凭自己根本就挽不回他，但神佛可以，他们可以，我便信他们。程先义生来就是唯物主义者，他不信命运，不信只因他足够强大，自认为能掌控一切。可在命运面前，他发现自己什么都改变不了。很多年前，他失去虾仁的那一年，曾经所有的信仰与笃定在顷刻间崩塌。他发现，除了祈求上苍、求神拜佛，除了虚无缥缈的道理之外，谁也没办法将虾仁重新带回他的身边。他不顾一切的寻求秘法，听说在死者遗骨上亲手绑上红绳，日夜供奉数万日，下辈子便能将心爱之人带回身边。他做了。听说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身负功德可得天庇护。他创造了虾龟阁，收留了落难的紫烟、青烟等数百人。听说天地有轮回，死后皆相忘。他怕来世忘了虾仁的名，不惜代价的找到了记忆永存的方法。这一记就是好多年，可偏偏他做了那么多，他所在的那个时代里没有虾仁这个人。好在都过去了，虾仁回到我身边了。这一回，我会不择手段的让他回来接我。主子，周公子已经回望城了，现在正四处寻找平阳侯的下落。知道了。程阁主，你不能把我交给虾仁，我求你了，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你有这么强的势力，与其帮扶虾仁登位，倒不如自己搏一把。虾仁若是当了燕国皇帝，必定妻妾成群，迟早有一天会对你翻脸无情，甚至就是第二个抛妻弃子的我。男人为了权力什么都做得出来的，你信我？虾仁在京城对你有多无情无义，你还感觉不到吗？你放了我，我可以帮你，我求你别走，别走。他不是你，他
他不会再丢下我。你们渴求的那个位置，曾经离我近在咫尺，可我早就不稀罕了。这一次，我只要他。伴着开门关门声响起，平阳侯眼底的最后一丝希望湮灭，绝望的情绪包裹全身。平阳侯想歇斯底里的哀嚎出声，可突然他又看到了纪元33年这行字样，以及程先义吐出的最后一句话：400多年前，纪元朝隐了，宁朝取而代之。传闻宁朝出了一位惊为天人的公主，足智多谋，运筹帷幄。她的存在差点让宁朝一统中原，更被破例封为史上唯一的女储。她是离皇位最近的女储君，若非中途出现了波折，不知什么原因自刎殉国，恐怕接下来都不会有燕国这个朝代存在。宁朝400多年前，当朝皇室姓什么来着？姓程。公子躲在巷口的那批人都已经剿灭了，但并没有发现平阳侯的影子。他们的人说，平阳侯在2个时辰前盯上了程小姐，带着剩下的10几名精兵去埋伏程小姐了。虾仁，你回来了。坚毅，你没事吧？回来的路上有遇到什么人吗？我方才在布庄的时候，遇到了几个鬼鬼祟祟的人监视我，好在掌柜的发现及时，把他们给敲晕了。掌柜的救了我，他是个好人。这份情我记下了。你知道监视你的人是谁吗？不知道，就是为首的那人穿着进贡的绫罗绸缎。是平阳侯。黑鼠，立即随我去布庄，把平阳侯抓回来。是。我不行啊，我只是一个小小分阁掌柜，等会周公子上门要人了，我咋说啊？阁主让我表现得严肃一点，我不是威严又不失风范，既要体现出城规格的逼格，又要让周公子觉得咱们是一个好人。可咱们接的那些任务都是杀人夺官的买卖啊，咋看也不像好人啊。年过40的掌柜双腿不停地颤，他用手强行按住，一松开又开始颤。这掌柜的模样为何越看越不靠谱？总有一种要搞砸的预感。要不我跟蓝烟他们都在虾仁面前露过脸，这回实在没人用，说什么也不会找他这么不靠谱的人。总之就一句话，见其行事，你既不能暴露出主子的身份，又不能给周公子开后门开的明显，还要恰到好处的表露出咱们是个好人。你看着办吧，周公子来了，你切记啊，见其行事。掌柜一脸苦相的看着青年溜没了影，让他独自一人面对着接下来的交手。余光瞥到虾仁带着一群人进门，掌柜深吸口气，调整好面部表情，强装镇定与肃穆的走了过去。在得知虾仁等人想要平阳侯之后，掌柜想起了青年的交代，既要端着点架子，给人高深莫测的感觉，又要表现的谦和，让对方认为成规格的成员都很有素养。思及至此，掌柜扯出了一抹3分高傲、3分神秘、4分猥琐的表情，清了清嗓子，凝视着为首的虾仁说：后院抓的那个人，你们想要？你们知道这是哪里吗？就敢空手来要人？这就是先义说的好人，这姿态看着不太像啊。那人与我有恩怨，望掌柜行个方便，把人交给我。来之前，我只当这是布庄，难不成这里不只是布庄？掌柜此刻慌得一批，他偷偷朝后方看了一眼。接触到青烟鼓励的目光后，掌柜赶紧回想青烟交代的话术。当周公子问到这是哪里的时候，你不能直接说出这里是成规格分部，直接说显得太刻意与傲气了，得巧妙的、不动声色的、低调又不失内涵的让周公子主动发现。巧妙，不动声色。掌柜左顾右盼，然后拿起案桌上的扇子，低调而不失优雅的打开了扇子，虾规格3个大字瞬间出现在了众人面前。此处当然不只是布庄，可具体是什么地方，公子你得细品。公子，这里是下规格，来的路上，属下还奇怪堂堂平阳侯身边跟着10几名精兵，怎么会落在一个普通掌柜的手里，还被绑了？现在属下明白了，这并不是什么普通布庄，而是盘踞于燕国的神秘势力。这处势力极其庞大，不仅燕国有多处分部，还遍布中原各地，里面的成员个个狠戾无情，最擅长的便是一刀穿喉，残忍得很。掌柜距离虾仁只有3步之遥，他清晰地听到了黑鼠对虾规格的形容词，全是些狠戾、无情、残忍之类的词，简直不敢想象阁主要是听到了这番评价，会不会一刀将我给剁了？掌柜涨红脸，立马狡辩道：你放屁，哈哈哈！放心，我们虾规格最是讲道理了，不仅乐于助人，而且极其有修养。我们阁主很好说话的。这样吧，人虾规格可以给你，但你需要答应我们一个要求。什么要求？你只需要亲笔给阁主写一封信，信上的内容照着这张纸对抄便是。只要你答应，我便把人给你。治下规格阁主今天有幸见到分阁的掌权人，一番交谈后，简直令我另眼相看。由此可见，阁内成员必定好善乐施、温良恭俭礼让，胸怀大义的面孔下，必藏有一颗赤子之心。成员都有如此礼贤修养，可见阁主必定人美心善，冰清玉洁，气度非凡，绝世超伦。他日若是得见阁主，我必定亲自表达对下规格的好感与亲近。掌柜，你是认真的吗？
平阳侯，你对我大姐施暴的时候，没想过会落在我手里吧？婴儿救我，我错了，是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腹中的孩子。再给我一个机会，虾仁会打死我的，你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被打死啊！你不过是见虾仁手握杀气，你无力反抗，你忍心用我的命去换取平阳府的荣华富贵，我今日杀你，就当用你的命为逝去的孩子赎罪吧。你就这么恨我？好，你们一家人果真冷血无情。虾仁，你别得意，我发誓，你迟早会死在女人手里，你身边的女人都是吸血恶魔。神经病！黑鼠把平阳侯的尸身拖下去切碎，把那双眼珠挖出来，找个香囊挂身上。死都死了，还要立毒誓。既然他这么惦记着，那就让他的眼睛代替着他看一看，未来我到底是一败涂地，还是坐拥天下。男人每天洗劫99座城，然后在城头上吃着火锅唱着歌，如此嚣张的态度，竟没一个官兵来抓他。原来当朝皇帝得知他喜欢邻家女，便将此女嫁给一个胖子，逼着男人来抢亲，又将京城周围城池的士兵调来京城守株待兔。而此时的虾仁却带着众人马不停蹄地朝着一座座城池赶去，仅2天时间，就将京城附近8座城池洗劫一空。虾仁他来了吗？回陛下，还是没有。眼看着林娇云就要跟秦公子拜堂成亲了，一旦拜堂，便得天地认可，她就是秦家的妻，朕不信虾仁能坐得住。混账，他到底在哪里？难不成已经混进了送亲的队伍？朕要亲自去大婚现场，虾仁一定会来的，他一定会来的。炎帝带着众大臣与暗卫们，气势浩荡地下了城墙，朝着张灯结彩的秦家而去。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了一阵马蹄声。报，虾仁昨晚夜袭望城，望城的粮仓、金库、武器库一夜之间全数劫空。你说什么？从望城到达京城，快马加鞭都需要1、2日的时间。如此紧迫的时间里，虾仁怎么可能有心思夜袭望城的粮仓？陛下，此密信乃望城下知府亲启，小人不敢胡造。虾仁晚夜当真突袭了库房，城内所有的粮食与金银财宝，以及若干的武器物资，在顷刻之间消失得干干净净，没有留下半点的踪迹。不仅如此，虾仁他劫完望城的库房后，便一路朝着附近的临城而去，目的怕是不纯。不可能，这不可能！我费了那么大的力气，调了那么多精兵镇守京城，就等着虾仁入宫送死。现在你却告诉我虾仁不来了，不仅不来，还是趁着我调兵入京，趁着城内守卫兵不足，趁机还把盐城、望城的库房给劫了。陛下，听望城下知府的意思，虾仁今天怕是不会来京城抢婚了。可这怎么会不来呢？虾仁在京城这3年，为了林娇云可谓是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他一听到林娇云的消息，都不远千里奔赴京城了，眼看就差临门一脚，他怎么就此放弃？这显然不合常理啊！是啊，陛下，难不成是虾仁怕死，知道陛下您调了那么多精兵入京，便吓得不敢来结婚了？依微沉叹，虾仁在江陵城的时候就该知道这是局，他分明知道是局，可还是来了，这就足以证明虾仁为了林娇云可以身陷险境。陛下，要不咱们再等等？朕知道了，这必定是虾仁的障眼法。虾仁深知京城重兵包围，便使出了这等手段，想让朕做出错误的决定。虾仁这反贼当真是好手段。既然如此，那就等，朕倒要看看，到底是虾仁能沉得住气，还是朕能在瓮中抓鳖。圣旨一下，京城重兵都打起了精神，继续守着虾仁到来，而炎帝跟众大臣就守在离秦家不远处的方向静候等待。奶娘，外面有动静了吗？小姐，还没有。这怎么会没有呢？虾仁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怎么还不来救我？再过一会都要洞房了，我可不要嫁给姓秦的那个死胖子。虾仁，你听到没有？快来救我呀！突然嘎吱一声响，婚房的门开了。林娇云听到这番动静，立即抬头望去，却发现进门的并不是虾仁，而是憨厚脑子一根筋的秦公子。云儿，今天就感觉像是做梦一样，我终于娶到你了。咱们拜过堂，成过亲，以后你就是我的夫人了。怎么是你？当然是我啊！现在到了要圆房的时间了，云儿，咱们该那个了。滚！你滚！圆什么房？谁要跟你这个死胖子圆房？你滚！你就是一个4品小官的公子哥，也配跟我洞房？你也不看看自己长什么丑样，我才不要嫁给你！秦公子低垂着头，听着那刺耳难听的辱骂，拳头不由自主地捏了起来，额角青筋直落。云儿，虾仁不会来的，你已经嫁给我了，就别想虾仁了。我呸！你个死胖子，没用的蠢材！本小姐才看不上你，你给本小姐滚出去！我告诉你，我只能是虾仁的，你休想碰我一根头发！虾仁马上就要来救我出去了。啊！干什么干什么？秦公子，你想要干什么？干什么？干一个被欺压久了的舔狗，在爆发时该干的事儿。救命啊！救命！虾仁，虾仁，你在哪里？快来救我呀！死胖子，滚呐！你给我滚！
现在是什么时辰了？回陛下，亥时了。据秦家的人来报，及时到的那一刻，秦公子就跟邻家女已经洞房花烛了。现在估计都已经3个回合了。秦家全程都没有任何动静吗？虾仁人呢？他人呢？虾仁他未曾现身，秦家一切如常。未曾现身？这不可能，这不可能！虾仁怎么可能不来京城？朕调派了10万余精兵入京围剿，他若不来，朕做这些岂非是笑话？报凤林、凤瑶、海峡等8城池之府令，城内所有物资储备库遭受突袭，现已被周家人率兵占领。8城库房全数被占领，他们100余号人在同一时间占领了8城的库房，这怎么可能？虾仁，朕不将你抽筋拔骨，简直难消此恨。什么为林娇云赴汤蹈火，什么掏心掏肺的爱3年，什么不顾生死前来抢婚，都是假的，统统都是假的！立即传朕旨意，所有调入京城的守卫即刻回归本城。虾仁携带数万石粮食与重金财宝，绝对逃不快。朕要让你们不惜一切代价活捉他，再传令给边境主帅，即刻出兵攻打江陵城，拿下周振光，清剿诛杀反贼。公子，阿彩姑娘被人劫走了。劫走了？什么意思？为何会有人劫阿彩？属下去往荒宅的时候，里面已经空无一人，阿彩姑娘不见踪影。平阳侯留下来看守的那几名府兵被全数击杀，死法相当残忍。好在属下发现了一丝踪迹。快把这个吃了，能让你恢复伤势。你别急，慢慢说。公子，我本想沿着踪迹查清阿彩的下落，却没想到暗中被人偷袭，对方武力颇强，一掌击中我的胸口。当时情况紧急，我的步枪施展不开，若非我有手雷保命，怕是回不来了。这枚令牌就是爆炸之后那个逃走的蒙面人留下的，上面刻着虾龟阁3个字。虾龟阁，之前我去虾龟阁分部要平阳侯的时候，那位掌柜除了有些奇葩，要我抄了一份感谢信外，其他的倒是挺好说话，不像是想跟周家结仇的样子。你能确定是虾龟阁的人吗？公子，虾龟阁的成员来无影去无踪，我未曾接触过，我只是在现场发现了令牌，除此之外我不能确定。而且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劫走阿彩姑娘，甚至在我自报家门之后对我痛下杀手。听着黑马的叙述，周家众人都面面相觑，他们总共也就跟虾龟阁的人接触过一次，除了知道那个掌柜脑子不太好，没有一点其他信息。当时在布庄能明显感觉到虾龟阁是想与公子交好的，否则对方不可能如此轻易的将平阳侯送给公子，甚至全程都乐呵呵的。可现在黑马却给黑龙传信，让他晚些再回江陵城去望城布庄查探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阿彩若是真在他们的手里，这事变身了。其他所有人准备好，即刻出城，先回江陵城再说。就在虾仁整合人数下令出发的同时，程先义却微拧起眉毛，他看了一眼受伤不轻的黑马，又朝着同样懵逼又错愕的紫嫣看去。不是吩咐了青烟他们荒宅丫鬟的事情无需插手吗？主子，整个望城分部的成员都清楚周公子跟主子的关系，谁敢在这个关键时刻刺杀黑马？莫不是有人见虾龟阁与周家发展太快，想要在暗中挑拨离间，引发死仇，让两方自相残杀吧？你觉得虾仁会相信这番说辞吗？可这事儿真不是咱们做的呀，我们实乃窦娥冤啊！你知道冤，还不去通知阁里的人，查清楚是怎么一回事？虾龟阁这次将平阳侯交给周家，可是帮了他们不小的忙。那虾仁一个纨绔公子，你们书院难不成就眼睁睁地看着虾仁成长？一旦虾仁成长起来，一统中原也不是什么难事。到时候你们书院就不能独享其身，恐怕要依附周家了。书院不会让虾仁成长起来，没有人可以威胁到书院在中原的地位，他还是太年轻了，不懂收敛。周世英刚一出门，一具被切割成8块的尸体夹杂着血水躺在木箱里，那张熟悉又血肉模糊的脸看得周世英脑袋阵阵发晕。阿彩，怎么会这样？我都准备好要把你接回江陵城，给你请最好的大夫，让你好好的度过余生。到底是谁？是谁如此残忍的杀害你？闻声而来的虾仁看到这一幕，只觉得呼吸停滞了。比虾仁反应更大的是面无波澜跟着出门的程先义，他原本漫不经心的神情，在看到阿彩尸身的那一刻陡然怔住，眼底掀起千万层惊世骇涛。程先义目光紧紧地盯着阿彩那断裂的手骨，这一刻程先义脑海里闪过诸多的画面，最后记忆定格在了虾龟阁布庄暗室那半截被供奉了数年的手骨上。死去的记忆突然开始剧烈攻击程先义，渐渐的一抹猩红爬上程先义的眼球，好像有什么利器在吞噬着他的理智。虾仁，虾仁，坚毅，怎么了？是不是被吓到了？不看了，不看就好了。虾仁，你回来了吗？我一直都在啊。可我记得你回不来了，他们跟我说你已经死了，我到处去找你，翻遍了整个中原都没有找到。最后发生了什么？时间太长了，我忘了。我只记得很久之后，我找到了一点点蛛丝马迹，然后在一个地方用手挖了1天1夜，终于挖出了半截骨头。我好想给你报仇，可我连背后的主使是谁都不知道。
虾仁，你告诉我，当年到底是谁害了你？你别走好不好？程先义紧紧地抓着虾仁的衣袖，好像是记忆错乱了，嘴里说着一些胡乱的梦话。虾仁听着这些奇奇怪怪的讯息，直皱眉头，扭头再次看了一眼木箱里的尸体，那双死不瞑目的眼睛深深地刺在虾仁的瞳孔里。这一瞬，虾仁竟隐隐觉得手臂骨骼有一丝抽痛，心底十分的不舒服。公子，阿彩姑娘的嘴里含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黑龙在他们的手中，让您准备100件杀气，在今晚亥时准时到达边境的虾龟阁分部，跟他们进行交换。一旦超过时间没有见到杀气，明天送于客栈的将会是黑龙的尸身。他们虾龟阁的阁主也在。若真是虾龟阁抓了黑龙，杀了阿彩，妄图换取杀气，那我就让他们看看，有些东西我就是给了他们，他们也没那个本事吞下。你说究竟是什么样的重器，能将骨骼从中敲断，就连长短位置、切口、断裂、吐槽口都是那么的巧合与巧妙？这可能是熟能生巧吧，主子，现在不是骨头和切口的问题啊，是有人冒充咱们挑玻璃剑的问题。熟能生巧，原来是这样。3寸1厘米，重器砸下只会将骨骼敲成粉碎，可若是在砸落之际，不经意间携带了几分内气，力量将聚于一处，一击落地，正是这样的断裂口，真是像呢。这么多年过去了，久到我都差点记不清了。熟能生巧，是你们吧？你们活着就好，既然还活着，就让我来亲自画上句号吧。紫嫣，从此刻起，令虾龟阁全员暂时归隐于世，静候指令。主子，您不管了，冒牌货都骑到您头上来了，咱们不反杀回去吗？直接干啊，弄死那群冒牌货！不是不管，虾龟阁发展太快，底蕴不够，恐怕不是他们的对手。怎么可能？这燕国还有比虾龟阁更大的势力吗？更何况周公子还手握杀气，我们何惧？燕国之外呢？天下之大，最不缺野心勃勃者。杀气具有灭世的威力，更有一统中原的潜力。他被众所周知的那一刻，谁又不想来分一杯羹？更何况，只要虾龟阁的阁主是我，就永远都不可能有自相残杀的那一天。这场挑拔的计策，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落败。我明白了，主子，您是想按兵不动，将那个想坐收渔翁之利的人揪出来。与其让暗中人不择手段的整鬼，不如一次中投。反正只要您在，这场两败俱伤的戏码就不可能上演。破局的方法轻而易举，只要您暴露阁主的身份，一切都将迎刃而解。那主子究竟是何方势力，这么想让周公子跟虾龟阁互相残杀？我也想知道，那究竟是何方势力？紫嫣，你该去传信了。直到程先义催促出声，紫嫣才收拢思绪下楼离开。紫嫣没有注意到，在她转身下楼的那一刻，厢房内蓦然冲进几道气势凌人的身影。每个人都穿着轻便的黑色长服，脸上挂着油彩面具，周身包裹着强而有力的气劲。虾仁的未婚妻，程太傅的娇弱独女程先义，难怪能让虾仁放弃京城的林家女，就连离开江陵城都带着你，果然不凡。只可惜天骄没有崛起之前，是很容易死在摇篮里。程小姐，楼下保护你的那群人已经被引开了，你一个文文弱弱的千金小姐，应该不想让我们动粗吧？还是老老实实的跟我们走吧。这人皮面具戴上后，确实分不出真假。有了这一层保障，虾龟阁跟虾仁的恩怨恐怕怎么都解不开了。虾仁那些杀气来历不明，等咱们把杀气带回书院，让墨家子弟研究研究杀气的构造，想必要不了多久就能批量制作。到时候区虾仁又算个什么东西，都不需要咱们亲自出手，他跟虾龟阁就能斗个两败俱伤。就是不知道千燕师姐若是哪天发现他学艺数年研发出来的技术被书院用来设计他的亲弟弟，会是怎么样的表情与场景？浩师兄，咱们离开书院之前，夫子说杀气不该出现在这个朝代，还说虾仁一旦成长起来，怕是会成为统一中原的第一人，这是真的吗？咱们书院成立了近500年，这500年里又不是没有出现过可能统一中原的存在，曾经还出过一位惊才绝艳的女储君呢，最后不也死得凄惨吗？虾仁太过年少轻狂，不懂收敛，等着吧。虾龟阁在中原的地位非同凡响，只要挑起两方的恩怨，他们两方势力都能拼个半死不活，威胁不到书院。呵呵，周公子为何这么大的火气？来就来了，怎么还一副杀气冲冲的模样？难不成周公子就这么不想跟虾龟阁做生意吗？公子是望城的掌柜，看来虾龟阁是真的打算跟咱们结仇了。生意自然是要做的，不是先给你们看看杀气的威力，怎么能体现出我的诚意呢？就是不知道你们阁主的诚意在哪里。将人带上来。
阁主，我大姐的丫鬟与你们无怨无仇，却被活生生大卸八块，死不瞑目。我周家与你们毫无恩怨，却遭受挑衅威胁。之前还以为传闻有假，现在看来，你怎么看待下规格都没关系，只要合作能顺利都无所谓。我要的100件杀气准备好了吗？黑龙就在我手里，你是想要你手下人的性命，还是想留住手里的100件杀气？既然如此，那就先把黑龙交过来。周公子真会说笑，既然是交易，那自然得双方一起交换，不是吗？后山有一处空阔的平地，我将黑龙塞进木箱，放置在后山空旷处的东面。你将100件杀气也放进木箱，放置在后山空旷处的西面。你我再各派2名手下去取所需之物。交易达成后，各自离场，如何？可以。虾人转身朝着门外马匹方向而去，暗中让系统兑换了100颗定时手雷。片刻后，双方人马各自抬着木箱朝着后山而去。很快，后山自同时响起枪声和哨声，2队人马迅速朝着相反的方向奔袭而去。公子，黑龙刚才突然口吐白沫，那群该死的小人在暗中给黑龙下了慢性毒药。算算时间，黑龙体内的毒性也该发了，虾人心里估计怨恨死虾规格了。你听到什么声音了吗？浩师兄，好像有滴滴滴的声音，好像还是从箱子里传出来的，好像越来越急促了。箱子里装的是杀气，杀气还会时不时发出滴滴滴的声音吗？这声音不好，快退！可惜了100枚手雷。公子，这那箱手雷怎么会突然爆炸？那些手雷没有落地也会爆炸吗？我早就说过，我的东西他们惦记不了，一群蠢货。师弟，书院众卫兵何在？都出来，都给我出来！80余人，难道连一个活口都没有留下吗？师弟，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程小姐，你应该不想躺在木箱里变成第2具尸体吧？听说虾人手中的杀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想来这些秘密他都跟你说过吧？虾人的杀气是从何而来？源头在哪里？怎么制造出来的？只要告诉我们，我们就放了你。你们是不是调查不到杀气的来路？是不是在暗中盯了虾人很久，可却从未见他去取过杀气？好像需要的时候随时都能拿出来，随时都能取之不尽，没有限制。没错，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快说。可我被你吓到了，不想说。我只给你10秒的时间，若是不说，我就将你的脑袋、四肢、骨头砸碎，分尸成8块。是吗？就像400多年前那样的手法吗？400多年前的手法，什么意思？对上程先义这双无波无澜的黑眸，男子那颗心脏陡然跳漏了一拍，脚底板蔓延出一股凉飕飕的寒意。奇怪，为什么会有一种心慌的错觉？你们这群人的手段可真残忍，为什么每次杀人的时候都喜欢将四肢解体、手骨砸碎、腰身切断？这么做是有什么根据吗？听到这话，男子终于明白这股怪异的感觉从何而来了。程先义表现得太过平静，听完男人的描述与威胁，竟然没有惊恐的大喊大叫，没有哭着求饶，反倒还有心思反问为什么。你怎么不害怕？我当然怕呀。鲁师兄，他看起来有些邪门，这反应跟我们预想的不太一样。她不是太傅的独女吗？从出生起就被温养在京城，不谙世事，难道你调查错了？我调查不会有误，她一个女的你不忍下手，还是让我来吧。程小姐，我可不会怜香惜玉，你如果再不说清楚杀气的来源，那妖魂的下场就是你的下场。不妨告诉你，尸身解体切成8块，分别对应着八卦之中的每一处位置，只要将你切割下来的肢体埋在八卦之中的对应方位，就会脱离轮回，你的灵魂就会变成养分，被日夜折磨，吸收殆尽，永无复生之日。程先义的目光没有一点闪躲，他静静地听着这些解释，心口泛起密密麻麻的痛意，眼底一抹猩红的暗光划过。真的有这种说法吗？所以当年的事就是你们做的了？那么多废话做什么？究竟有没有这种说法？你亲自实验一番就知道了。程小姐，我的耐心有限，说虾人那邪杀气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会凭空出现？你跟在他身边这么久，还知道些什么？你是浩师兄，你怎么伤成这样？师弟跟随行的80名卫兵全数尸骨无存，都死在了东极后山。你们个个身手不凡，都是学院精英，怎么会都死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虾人他蛇蝎心肠，我们拿黑龙跟他交易的时候，他口口声声说一旦交易完成就各自离场。可当我们拿走那100件杀气后，那些杀气在路途中突然爆炸，要不是我反应够快，侥幸逃过一劫，恐怕都无法活着回来见你们。什么？你是说虾人是故意跟我们交易杀气的？他早就准备好让我们的人一去不返。那些杀气不是说落地才爆的吗？怎么还能听虾人的口令？没想到夫子的预言如此犀利，难怪会说虾人是近100年来最有机会一统中原的天骄。哼，越是这样，他的性命就越不能留。
没有人能威胁到书院的地位。书院、预言、一统中原，不能威胁到书院的地位。这每一个词分开来听都没什么，可一旦凑到一起，那卷袭而来的惊天信息，震得程先义的目光有短瞬间的失神。明朝13年初冬，正是虾仁寺的那一年，也正是那个时候，大名鼎鼎屹立了近500年不倒的南岳书院成立，一经建世，无人可撼。所以，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可虾仁手握杀气，经过今天这一事，警惕心肯定十分强。我们该怎么杀他？对了，虾龟阁的事怎么样？冒充阁主的师弟没能及时逃出爆炸范围，他给黑龙下了蛇毒。如果不出意外，黑龙此刻怕是已经毒发身亡了。虾仁现在肯定恨透了虾龟阁的人，只需要再借一把力，说不定就能让两方立马打起来。咦，他是谁？我怎么差点把他给忘了？他不就是最好的方法吗？耗师弟制造人皮面具的材料可还有剩余。周千燕把那些材料当宝贝一样，只给了我2张面具的材料量，剩下的勉强还能做1张。虾仁肯为了他放弃京城的林家女，甚至连离开江陵城都要将他带在身边，足以见得他对虾仁的重要性。你按照他的模样做1张人皮面具，让师妹佩戴上，然后假装成被虾龟阁头领玷污的假象，再让师妹在不经意间挑拨两方的关系，透露出虾龟阁在燕国的位置。受了这么大的欺辱，虾仁肯定不会过多怀疑，加上他心高气傲，必然会去找虾龟阁拼命。到时候我们再去通知虾龟阁，说虾仁率兵攻打他们，到时候大战一开，我们只需坐收渔翁之利。既然如此，赶紧行动吧。至于这个女人，还是杀了吧。师妹，你下手倒是利落，浩师兄话还没说完，你便动手了。鲁师兄一边笑一边朝着声音的起源处看去，下一秒，鲁师兄整个人如五雷轰顶的愣在了原地。他看到那个被绑着的柔弱女人，不知什么时候解绑了，捅穿了师妹的咽喉。你，这不可能，这不可能，师妹，我怎么了？怎么就不可能了？你确定程小姐是被抓到这里了？我亲眼所见，程小姐被带走时，吓得脸都白了，整个人都呆呆傻傻的，连救命都不敢叫。我发誓我没有看错，千真万确。兄弟们，此行能不能被周公子接纳，就看当下了。只要咱们能将程小姐安危无恙的解救出来，周公子必定不会亏待咱们。这里面估计也就几10个绑匪，咱们几百人，只要齐心协力，必定能将程小姐给解救出来。兄弟们，杀！你们确定是这里？紫嫣首领，咱们绝世超伦，深谋远虑，无所不能的阁主，真的被绑架了吗？烈焰老大一直都说咱们阁主惊为天人，可惜我太废了，入阁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见过阁主的真容，现在终于要见到了，好激动！行了，都往重点。紫嫣，主子在走你之前，有没有说对方是什么来路？他没有说是什么来路，只说对方底蕴比虾龟阁强，绝对不是泛泛之辈。总之，一切小心行事。这群该死的东西，竟然给咱们扣黑锅，简直卑鄙至极，势不可忍！卑鄙至极，势不可忍！绿烟，你现在带人堵住暗室的所有出入口，我带着剩下的人杀进去，咱们跟主子里应外合，杀他们一个片甲不留。虾龟阁众成员都怒目切齿地冲了出去。就在他们冲出去的那一刹，对面也响起了不约而同的冲杀声，几百名杀气汹涌的府兵随即冲了出来，两方同时赶到了暗室门口，同时撞上，同时刹住了脚，同时的瞪圆了眼珠子。你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我们是来救主子的。看着不像是敌方啊！紫嫣，这群人是谁？不会掉马了吧？他们是平阳城的遗留下的府兵，非要死皮赖脸的跟着周公子，掉不掉马不知道，反正无法善后了。紫嫣姑娘，你不是程小姐身边柔弱无力的婢女吗？你，这么多人还拿着刀，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有什么好问的？现在是问这种小事的时候吗？都让开，把门踹开，杀光里面的人。大门被紫嫣暴力的一脚直接踹成碎片，惊得众府兵瞪圆了眼珠子，一张张脸上都挂满了不可思议。紫嫣提着长刀，气场大开的冲了进去，众府兵对视了一眼，也立即紧随其后。众人一进门，正好看到程先义那张冰肌玉骨的脸溅上几滴鲜血，右手夹着一根银针，利落又果断地捅进了卫兵的脖梗处。我去，阁主，我见到阁主了，阁主太帅了。我去，这还是我印象中的程小姐吗？我莫不是在做梦吗？你不是好奇我究竟是谁吗？你不是妄想挑起虾仁跟我的恩怨吗？你们南岳书院不是一直在暗中寻找我的下落吗？现在亲眼所见，可还满意？边境虾龟阁分部众人见过阁主。阁主，你是虾龟阁阁主，误会，这是误会，我们并不是要针对虾龟阁的意思，是我有眼无珠，没能认出你，还差点挑起你们跟虾仁的仇恨。这样，不论你提出什么要求，我都答应，就当是我对虾龟阁的补偿。什么要求你都答应？
对，程阁主，像你这等身居高位的人，肯定有自己的打算跟计策。我知道你靠近虾仁肯定另有原因，这样，你从虾仁那里套出杀气的来源跟材料，书院即刻让墨家子弟研发制造，到时候虾龟阁与书院联手，你看如何？我看不如何。相比于中原霸主，我更想看看你们书院轰他的那一刻，场面会有多么凄惨。紫嫣，程仙逸一个眼神示意而去，紫嫣立即心领神会，趁书院众人还没反应过来之前，虾龟阁成员闻声而动，瞬间碾压全场。程阁主，你这是要跟我们南岳书院作对吗？我南岳书院成立有500年之久，我若是死了，书院必定会给我们报仇血恨，到时候虾龟阁将尽数瓦解，你所有的努力将功亏一篑。鲁师兄惊慌失措的大喊，只能借着书院的权势来威胁程仙逸，妄想让程仙逸退缩放了他们。可接下来回答他的是程仙逸捡起墙角的重锤，一锤朝着鲁师兄的手臂狠狠砸下的场面。程仙逸面无表情地挥着铁锤，不到片刻，鲁师兄的手臂就被砸成了肉泥。当场所有人看程仙逸的眼神都化为了浓浓的忌惮与恐惧。方才你那位师妹说将尸体大卸8块，埋于5湖4海，可咒对方不得超生。他的话很有参考性，我记下了。我将你的肉体碾碎成泥，分为8处，喂鱼8只野狼。理论上来说，应该也是同样的效果吧？你也不必一直喊着书院有多强多有底蕴来威胁我。我也找了你们很久了，你放心，南岳书院那群人一个都活不了。当年你们趁我不在，在暗地里怎么对他的，如今我在了，就怎么偿还吧。紫嫣，南岳书院所有人砸碎全身的骨头，要活生生的砸碎成肉末后再拖去喂狼。这一幕也算是与当年似曾相识了。偏静幽暗的地下室里传来肝肠寸断的惨叫声，好不容易从爆炸现场逃回来的浩师兄，怕是死都没想到，原来死在那100颗手雷的余威之下是如此幸福。程小姐，不，是你们阁主，他这么血腥的吗？常规操作，看习惯就好了。书院这群人显然是在作死，一天天的非要挑拨周公子跟主子的关系，主子怎么就不能单纯为爱了？他们还敢瞧不起恋爱脑？啊，不是瞧不起纯真爱情，谁敢挡主子跟周公子的感情，谁就是这下场。你们懂我的言外之意吧？仙逸怎么会丢了？你们是怎么当护卫的？公子，我们在楼下真的没有听到半点风声。程小姐之前还好好的待在这儿，怎么就忽然失踪了？该死的虾龟阁，一定是他们！他们趁着咱们不注意，悄无声息的将程小姐给接走了。去查，就算把边境翻个底朝天，也要将仙逸找出来。我不管对方是谁，想干什么，这次踩到我的底线了。公子，那个自称是阁主的人死在了咱们手里，这消息一旦传回去，对方肯定会大怒。程小姐怕是凶多吉少。之前您写给虾龟阁阁主的手写信，上面的形容词分明指向是女阁主，那群人真是虾龟阁的人吗？那望城掌柜都在，还能有假？公子，属下这就去打听下龟阁在燕国的下落。他们屡次冒犯咱们，直接把他们端了得了，还敢盯上程小姐，直接弄死他们。周公子，我们把程小姐给带回来了，她受了惊吓，您快去看看吧。仙逸在哪？快带我去。是这样吗？你确定这样就可以了？对，这样就可以的。主子，你简直天赋异禀，等会周公子来了，你就双眼含泪的扑进他怀里，然后周公子问什么你都摇头，总之一个字都不要说，含泪摇头就对了。上次在北道关口，你也是这么说的，让我娇弱无力一些，结果虾仁离开江陵城的时候嫌我身子弱，差点没带上我。主子，那次是意外，这次情况不一样，上次是身子骨弱，周公子担心你出城会受风寒，可这次是经历了绑架啊，你要是跟个没事人一样，让周公子怎么看你？拿捏住一个男人，最重要的就是让他心疼。你上次也是这么说，难道你想看到自己的身份被暴露，还是在虾龟阁被污蔑成残忍凶犯的时候吗？难道你想以后受点伤，破点皮，看到周公子一脸无所谓的表情，说你足够坚强，连绑架都不害怕，这点小事肯定忍忍就过去了，那不就行了？人设的转变得循序渐进，慢慢的让周公子接受你的身份，一步一步的洗白，证明虾龟阁都是乐善好施的好人，是不是？主子，周公子来了，你千万别露了马脚啊！仙逸，虾仁，你终于回来了。我在呢，不哭，以后出门我都带着你，不把你一个人放在客栈了，好不好？我不在的时间里都发生了什么？仙逸怎么会被你们带回来？周公子，程小姐被一群蒙面人绑架了，是不是虾龟阁的人？他们真是歹毒，绑走了黑龙还不算，还想绑走程小姐用来威胁公子。别让我看到他们，但凡看到一个，我就杀一个，不报这个仇，我真咽不下这口恶气。
不是，并不是虾龟阁的人绑架了程小姐，是南岳书院。南岳书院眼红杀气，便冒充虾龟阁的人分尸了丫鬟阿彩，绑走了黑龙，最后又劫走了程小姐，就是想挑起两方自相残杀。他们渔翁得利，世阳16在无意中发现了书院中人的踪迹，我们几百人一路跟踪过去，仗着人多，才好不容易将程小姐给救下来的。那群人凶神恶煞的，非逼程小姐说出杀气的来源。我们踹门赶到现场的时候，程小姐吓得脸都白了，差点还被刑具虐待。接下来的一刻钟里，中年府兵用3寸不烂之舌将南岳书院的人贬低的一无是处，形容的残忍又歹毒，然后再表露出虾龟阁人在阁中做锅从天上来的可怜之意。一番叙述下来，周家众人大为吃惊，听到南岳书院4个字的周世隐更是震惊地抬起了头。他看了一眼同样没有吭声的虾人。虾人，南岳书院可是三妹千艳求学的那个书院，中原学术的巅峰之地。正是，看来回城之后得给三姐去封问候信了。南岳书院，我记下了，等收拾完炎帝，下一个就是他。准备一下，启程回江陵城。至于平阳侯这群府兵，他们既然愿意跟着，就跟着吧。什么？虾人竟然没有去京城抢婚，还把周世隐给半路劫走了？10几万精兵也没能追上虾人那群人，还让他们安然无恙地回归边境了，奇耻大辱！这简直是奇耻大辱！燕国总共才多少座城池？这短短半个月，就失了8座城池的所有粮食与金银财物，这个冬天还怎么过？难道要让8成的士兵活活饿死吗？魏将军，即刻调动17万兵马，全军出击，给我拿下江陵城！是。趁着现在虾人还没有回城，江陵城内那群的死鬼不足畏惧，一群连东一东背都没有的废物，怕是冻都冻死了一大半，说不定正奄奄一息的等着虾人带粮食回去救他们呢。张主帅这信誓旦旦的话传进魏将军耳中，魏将军张了张嘴巴，他本想将那天看到的场景说出来，可想了想，又抱有侥幸心理的咽了下去。所有官道都被封住，根本没有粮食跟物资入城。周振光他们肯定没有粮食吧？要不然虾人怎么会冒着那么大的风险去京城附近劫粮呢？对，应该是我想多了。还有，你抓的那个年轻少将叫云辉是吧？是，末将都问清楚了。云辉是看周振光没有粮食跟物资，怕手底下的兵饿死，所以带兵出去寻找活路的。现在军营里除了云辉之外，还有1万多从周家脱离的俘虏。好，很好，把云辉跟这群俘虏都带上。周振光不是自诩为重情重义吗？不是将手底下的兵都看得很重要吗？我倒要看看17万大军兵临城下的那一刻，这群曾经归顺他的将士脖子上架着砍刀的那一刻，周振光到底会做出何等决策？出发！全城9999人被10万大军包围，不仅不害怕，还个个兴奋不已，一个个的向将军要求开战。将军，朝廷终于派兵来攻城了，赶紧开战吧！咱们有公子给的500件杀器，隔着1两里的距离都能击穿血肉，穿透力极强，根本就不是护盾可以抵挡的，也该让朝廷尝尝厉害了。我们苦练了半个月的枪术，也该上时罢了，打死他们那群忘恩负义的狗东西。张主帅那恩将仇报的小人，我必定打爆他的脑袋。将军别犹豫了，赶紧下令吧。既然如此，那我周家大军便迎战。众将领何在？听我号令。末将在。众将领与亲信部下携带50支冲锋枪为第1排冲锋军，500名神枪手携带500支步枪为第2排狙击军，其余20名大力将士携带500颗手雷为灵活支援军，哪里聚集的敌军多就往哪里炸。剩下的所有将士们镇守后方，随时准备绞杀敌军，清扫战场。我们周家大军不怕朝廷兵临城下，就怕他们不敢进城门。传我号令，江陵城东门开门。主帅，城门大开。周振光这是知道咱们来了，还是不知道咱们来了？他这是何意？城门之上也没有守卫，城外亦是没有，这不对劲啊！主帅，莫不是周振光没有收到朝廷攻城的消息，忘关城门了？先击鼓示威。张主帅决定先试探一番情况，看看周振光是什么反应。很快，激昂的鼓声彻响城外，鼓声浩荡，持续的响了好一会。可江陵城的城墙上依然没有任何动静，依然空无一人。这诡异的场面把张主帅看懵了，一时间摸不透周振光是什么用意。再喊话，周振光反贼听着，朝廷大军今日兵临城下，必将你活抓到脚，还不速速现身迎战！城内的反贼听着，限你们1息之内滚出来应战！张主帅代表朝廷亲征，绞杀反贼周振光，尔等还不速速送死！一刻钟的喊话过去了，城墙上依然没有任何动静，安静的让人后背发凉。张主帅不怕周振光放狠话，更不怕周振光装腔作势，可现在鼓也击了，挑衅的话也喊了，城墙上却连一个活人都没有。主帅，您觉不觉得这一幕有点眼熟？什么意思？城门大开，
强城上空无一人，像不像兵书上面的空城计？兵书上的空城计是城内都是老弱病残，所以只能以这种虚张声势的办法吓退敌军。现在的江陵城缺粮缺物资，肯定都是快饿死的残兵。周振光肯定是仗着这一点，妄想用空城计来吓退主帅。魏将军说的有理，他还真是愚昧无知，以为摆出开大城门的现象，我就会退缩吗？这种虚晃一枪的老套计谋早就过时了。本帅今天就让你们这群反贼看看，什么叫长枪进入，杀得你们措手不及。所有人听令，闯城杀反贼！身后的16万大军闻声而动，握紧了手中的长枪，一个个气势如虹，杀气腾腾地呐喊着杀周家兵，一个个争先恐后地冲进了江陵城。他们迎接他们会是虚弱脱力、饿到面黄枯瘦的周家9万大军。当朝廷冲锋军进城门的那一刻，四周寂静无声，城内同样看不到一个人。周家反贼何在？还不速速出来送死！你们不是有什么牛逼哄哄的杀气吗？出来啊，给我出来迎战啊！一群背叛燕国的缩头乌龟，看到朝廷过来剿灭你们了，就怂了吗？什么狗屁杀气，我看已经消耗光了吧？现在不知道躲在哪个角落里瑟瑟发抖。周振光，滚出来投降吧！周家诸将士听令，给我杀！这一刻，四周一道道气势十足的身影屹立而起，所有高位点，所有能看到的地方，都冒出了周家将士的身影。哈哈哈哈！老子等这天很久了，不是说狗屁杀气吗？今天我就让你们尝尝炸成肉泥的滋味，受死吧，卸磨杀驴的狗崽子们！将军，咱们中计了，我的腿被炸没了。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都给本帅听着，不要乱，快散开，全都散开！那东西一砸在地上，就连地板都能被炸出一个坑。不要聚集在一起，给本帅大剑，把墙城上跟高位点的反贼兵射下来，杀了他们，杀了他们！张主帅歇斯底里地喊着，妄图让手底下的兵镇定下来。在手雷跟步枪的冲杀下，他们的观念受到了冲击，士气跟勇气被炸得稀碎。面对毁天灭地之威的手雷，他们哪还能保持理智？主帅死了，都死了，怎么办？我们现在怎么办？箭矢的穿击力不够，距离太远了，根本就射不中啊！周振光他们居然也有杀气，怎么会这样？这仗还怎么打？难道就只能等死了？怎么办？怎么办？我哪知道怎么办？那杀气威力惊人，不到1个时辰，几万人都没了，这仗还怎么打？咱们还是向陛下求援吧，让陛下将南面的35万大军也调来。我就不信拿不下他周振光。他周振光那么爱惜手下的性命，肯定会投降的。爱惜手下的性命，有了，快去把윤辉跟那群俘虏给本帅押上来。本帅不会输，朝廷不会输。本帅手握16、17万兵马，背靠庞大的燕国，怎么可能连一个周振光都拿不下？本帅没有选错，本帅不可能选错路。